一下目前的积分榜情况 ，A 现在 B 组呢，我们也看到晋级第一场是 FL 对战 FP， 位会比较契合的。是的，篝火处的这边的一个荡绳区，没错，医生这边好进入比赛画面，上来先把14人招出，去往中场先赶一赶密码机。这阵容看看应该是想抓一波守门人了，先喷没能喷到，那这里还得再赶一赶。 或者可以把14人先调到外面去，然后本体先跟着守墓人，这样的话可能前期的干扰密码机会更舒服。还是守墓人这边给到的存在感比较多。主要守墓人那边，因为他现在是一个遁地前行状态，然后你地下没喷到，是，所以感觉可以先去外面控一下场。这样的话，你边追边控，一会儿打得更好。没错，守墓人现在已经是看到12的侵蚀度了，再传过来。 我打算进左边的板区，这是想抓机会去荡绳吗？哦呦，这刀的话没打到，好险啊！我感觉再往右边偏一点，好像能打到了。是的，不过还是拿到了这一刀。是的。但因为前期的话，其实求生者那边被赶得比较难受，就得换了几个密码机，所以导致现在其实密码机并没有说特别多。没错。那闪现又好的话，你可能一会儿就看一下这个铲子。 这个铲子也是用了出来，因为他发现对面其实是被覆盖到了，他这逃片所以也就没有选择去利用这个荡绳。再转到狼龙，传出来，但还是能拿到平一刀啊。然后这个地方你闪现没能吃出来，是。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在脸上破译的幻灯师也是要被赶走的，节奏不够，手上还有闪现。 并不是很好下来进行2次牵制，干扰弓箭手的破译。是的，这里的话让近点的莫莉琳过来救。不然的话，你如果说还要换位，其实外面的密码机也不是很够。没错，这把其实本身也是安排了幻灯师去携带一手化险为夷，救了下来，并没有选择帮忙扛刀，想要让守墓人直接倒走，然后幻灯师直接换一台进行破译。 主要这把其实对于东玄来说，他是带了一个底牌加挽留嘛。那你没有张狂之后，其实现在还没能开到2阶，不过过板是直接拿到了医生一刀。是的，医生他虽然解决不了，但是他现在意图就是为了能快速到2阶嘛。对，毕竟你还是一个带的底牌的艾维。对。所以现在的话，就看一下谁给机会。这里我再拿给到了一刀，有点不太应该啊。主要你外面掉的状态实在是有点太多了。对。 而且通过他的这2波打医生跟幻灯师，导致说他现在开了个2阶，本来你救一波是完全开不了这个2阶的。没错，他的第一波救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讲呢算是赚的，但是你现在又给了一刀给到了降温者2阶，他接下来这个闪现其实都不会用到这个守墓人身上了。现在再去外面赶一下 Kazuki。是，医生过来想要再补第2个化险为夷，再拖密码机的进度。 但是外面的话是只有2个人在破译，那这样的话，其实密码机的进度暂时是跟不上的。追下来，还是没能扛到。那这样艾维的节奏其实就起来了呀！我手里有闪现，再加上有2阶，出去找谁，其实他都能瞬间拿刀啊。包括现在幻灯师，他不能太大胆的出来了。是的，那边得赶紧去调一下状态。对。 如果说你的状态再不调的话，一会儿带着2阶，然后又带着闪现出来，可能会直接续上第2波的节奏。还要离这河道远一点，河道这边是个地下室，所以这边弓箭手也是卡了一个缺口。是的，没有办法过去追击，但是他可以利用现在我的2阶还没有好，我可以先过来干扰，把你赶走。所以还是得去多起一台密码机。 再找机会，2阶过来，这边侵蚀度实在是太多了。等等，好像还不需要用到闪现，因为接下来这侵蚀度已经是97了，再喷100，直接喷满了。那这里的话会直接击倒医生，这闪现还留着呢。那到时候我可以选择的闪现，我到时候可以切成时长，都有这种可能。主要你底牌艾维的话，确实会有一个更多的可能性。对，你现在密码机。 他还能再出去干扰一波，而且2台密码机其实离得不算说跟椅子有个特别近的距离，那这样的话，其实他有一个打手椅拦截的说法。对的，
幻灯师这边密码机已经是破译到了快将近80%。现在想赶紧去把伊斯人调过去，然后再用本体去压迫弓箭手的走位。这个状态能过得了半吗？怎么感觉过不了半？弓箭手直接走了下来，卡到半。但医生是没有带火攻反照的，能打到针对吗？这不得弓箭手帮才行，打到了医生。那你现在这波还是开不了密码机吧？还是选择直接开？因为没有带火攻反照，再过来就可能还是一样会被打到针对，那这个局面就走向一个4抓了。但你现在如果说直接开的话，对于他来说还是有一个多抓面呀。是的，求生者现在可能也不管，就是想着先跑一个为主，因为再接着摊下去，可能求生者一个也跑不了。是的，这也被闪现。那另外门口应该是管不住了，还是想尝试过来再摊一波。门的进度现在已经到了90%，其实是拦不住了。门能开，幻灯师现在也是能走，只能回头再去找这个弓箭手把它挂上。但其实对于东雪来说，还是能够去完成这个3抓。是的，能完成3。FL 求生者很果断，直接把密码机亮了，不给你这个4抓的机会，因为知道就是说，如果接下来，因为这场上的话是有个幻灯师的，是比较少见的。对。那最终调香师是好，进入比赛画面，带了时长呢，就更不能去抓这个大副了，得去中场。想去中场这边先把幻灯师赶离中间的密码机。是的，不过远的话是选择直接往河道那边去转，并没有说停留在中场等你过来。是的，河道这边是个地下室，那幻灯师的牵制就要小心了。这个地下室是一定不能倒的，你到时候要倒在这里，即使是个大副，他也有点难救，就保证自己的状态出来。荡身过来，一直藏着自己的狩猎本能，为了给自己增加点移速。不过前期的话，其实感觉还是保留着一个比较安全的身位的。对，也是骗得出来。一直是反向盖板，但这个身距还是比较近的，能拿碎石限制一下。但这里的话没拿到，哦呦，刀也没抽到。那这样的话，得开个门才能拿刀了。没错，旁边是3岁，但是应该不会往这里去绕吧？但是有个藤蔓，这藤蔓直接先看一下藤蔓。但这里的话是直接是稍微勾到了一下，对，然后再进到板区。对。可惜没能进到板子后，要是能进到板子后，确实能卡住这一波，然后让调香师帮忙自己扛刀。先来了一脚失常，把刚刚调香师修出来的遗产给他踹掉，而且他能够往3岁那边去赶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你前期的密码机能够稍微再补回来一点，等同于踹干净了啊，就个9%。到时调香师就想来看能不能接着去修这台密码机吧，还是说是自己想要换一台？调香那边是选择了在2楼先去卡一下。下来是直接打了一刀，因为他是没有办法放香水的，在空中，直接带走，让调香师能去破译这台密码机。带到大副的脸上，想让大副到时再去进行2救。主要其实前期的话，因为你那脚失常下来，所以现在密码机并没有说那么的多。是的。对，这一波还是选择了挂回大房，还能再这样的话可以再干扰一下。对。调香师的密码机还是不太好修，因为他在守的同时，我可以直接放个藤蔓去偷袭一波。这个藤蔓想要过来缠一波大副，第一大副这边秒救，能缠到吗？差一点点。接下来就看能不能摊到大副更多的伤害了。打到大副，大副这边是半状态，他现在是必须要跟调香师进行个互补状态。如果这时要是再不补到后边，你这个经营者很容易利用个自己切底牌、切成传送，再找他们2人的机会。是的，这样的话你香水可能就没用了嘛。对，那到时你这边能不能跑一个，可能都难说。不过其实对于监管者来说，现在的第2脚失常是好了。对。看要不要去考虑一下。那这2个人的状态现在已经是摸好一个，2个人不敢在密码机旁边摸，怕监管者直接传送过来。选择先交一个藤蔓，然后去大房。是过来找人的。要不要把这一脚再踹一下？他想省，哇，精准找到，直接知道这2个人的位置。现在在抓金少天，看到大副再回去，一个藤蔓。
因为第二波是没有能摇到，所以他想抓这个时间，看能不能直接将对面控制住。而且还是，如果说大副倒到这边的话，能干扰到你大房这台遗产。对，你大房这台不好修。但这边的话，其实调香师也过来了，我觉得要不要考虑说你提前去外面多开一台啊？那万一你大副带不走的话，先交一个碎石，想要再回来去控一下大房密码机。我是觉得他刚刚可以接着追的。我觉得大副那边其实应该是能倒的吧？对。只剩下1/4的状态，2个怀表都已经交光。这边先缠住，手上有个碎石。但这样的话，你得等一下调香师。香水现在还剩2秒 CD。不过这波的话是放了香水再过来的。是的，蹭到了这一刀。调香师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所以他可能会面临的跟刚我们看的上半场是一样的情况。密码机压好了，有可能会直接亮。对，这的话是勾到了，能够直接处理掉。那这把的话，其实君少天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外边密码机现在已经是破译到了65，但是多个古董伤，手上还有一脚失常，他想要挂到大副旁边，然后一脚失常把人密码机再踹回。但是因为大房那边又留了一台遗产，所以感觉这个时候如果要踹还不一定好踹。如果说要踹，我感觉刚刚是去了大房的那波踹了可能会好一点。但现在大副是没有办法在脸上给压力，密码机一封，想要再找大副。那这边的话已经看到了3岁过去了。是。但是因为玉林这边的状态其实是一个碎石就会倒，他想一直来回换挂，一个碎石先炸倒，炸倒之后把它直接牵回去，再控住那台密码机。但那台机其实已经是要压好的状态了。对。就看能不能给到封的机会了。古董商过来给压力。想直接打下来了，来了2个人是都带了回光返照的，来得及跑吗？这个板子很关键，还是被抽到了刀，再吸取了能量，人还是能来得及牵的。想挂地下室，想挂地下室了，那这个密码机抵开了。你挂地下室，你只是个古董商，这2个人也很难，就是说是跑得出来吧？是的，甚至2个人都有可能会倒在这个地下室。直接传送过来找君少天，但这的话，其实君少天手上已经是没有任何的牵制道具了。对的，劫后者现在意图切入是想让你这边的古董商过来救，因为你一旦要来救了，那边的门口你肯定就是没碰的。是的，他可以利用这，已经是选择了下去地下室。对，一旦知道你这边把人救下来，他可以利用这一点去争一波4抓。你2人是刚从地下室口出来。但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偏向于3抓。对，那边门口现在还是能贴上，他只能去管个古董商。这个藤蔓是往门口去控的，因为他确定了调香师你肯定救不下来了。但是那边其实对于古董商来说，也还好，可能他也管不到。对，这里现在只能进行一个2选1。是，这里藤蔓再去找大副。但其实再往前的话，我觉得他已经是没有什么牵制的空间了。玉林这里没有道具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肯定是要倒地。这蓄力刀用这个障物一直在躲，但没办法，手上没有道具，没有办法去支撑他走这个最后的地窖。是，不过是撑到了古董商那边过去把门给点开。是的。那最后的话，比比乔这边也是完成了一个3。那这一局的话，两边监管者是互相3抓了。对的。火灾除了时空之影，其实因为你飞轮要是带了，你就得去闪现的时空。好，进入比赛画面，直接回头走，找3岁的位置。3岁这边单化显为意义，他的牵制就有点难度了。翻下来已经是看了监管者1眼了，所以现在侵蚀度是涨到了4。想来回架，这一下是有喷到，这有点危险啊！你现在双11没有办法去玩了，陶片直接覆盖住。而且对于3岁来说，因为它是带的纯化险为嘛，所以你可能就是靠你的球去牵制。甚至在这个位置可能拿刀会比较快，因为这3个都是短窗啊。而这个点的话会压迫的也不太舒服，这里的话得提前交球才行。扔球，但是撞上墙，还好翻了过来。是的，而且还是能够去拿到第1刀，还补了一下。哇，打得太细了。
没有着急出这一刀，一旦他要着急出一刀，3岁这个点位其实就跟他拉开了。是。而且你整个侵蚀度会叠的没那么满嘛，而且现在的话，他也是选择把伊斯人先拖到大门去控一下佣兵的那台。是，接下来就看这个闪现了，能不能拿到第2刀。刚刚是自己本体补上的这个侵蚀度40，所以说现在伊斯人只要能再附身上去，他其实就是一个定点控制了。再一喷，这个有点着急了吧？看一下这波，主要你贴近身位之后，其实你可能你现在侵蚀度还是比较多，是的，所以感觉试不出来闪现了，甚至说这个点的话，板子也没玩起来。挂上佣兵其实离的位置比较远，要不要换人来呢？空军正好在旁边，其实可以让空军来依旧。你佣兵要在大门跑过来，这时间实在浪费太多，没必要。不过已经提前是赶到了阿远。对，侵蚀度现在是17。一直来回绕的话，这个侵蚀度一直会涨。是的，而且过来之后，这边还是在逃骗范围里面。先出一刀，枪还是抵交的，因为你枪要是不交，你空军很有可能是双倒。不过貌似监控者确实也有点想贪，飞轮这边也是用了，把侵蚀度给破掉，没必要了。但是因为你前期这个闪现没吃出来，所以导致说你现在可能还是牵制上面会有一点点压力。是的。看能不能拖出化险为夷以外的时间了，啊！你现在空军是交了一把枪，给他保出一个正常的化险为夷的时间，但现在由于闪现距离不够吧，要赌一波吗？直接交闪。是的，直接闪现过来，直接自己倒。不过其实也是跟你化险为夷的效果差不多了，甚至说我觉得这波是应该牵制出来化险为夷的时间了。对，化险为夷以外，右边还有个化险为夷，等一下再过来补。现在伊斯人再去管一下阿远的那边，密码机的进度还是不够的。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其实3个求生者分布会比较分散，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调状态。那你外面就会有一个没有道具的空军，一会儿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续节奏。这刀得需要帮忙扛道，扛道可能会给到这个密码机能压好。看一下这波手椅。侵蚀度的话有点爆，还震慑了，那救不了，这边直接飞了，还要续节奏。我刚想说震慑是不怕的，但是你不能被 AVA， 一旦要说你这个人要没救来大伤，你2节奏直接续上了。主要是他那波被喷到了，是，然后导致打断了这个节奏。那现在其实对于哈舍来说，这把是有机会争一个4的。你外面2台密码机，1台在大船，然后1台是在海侧附近，密码机不够了。你现在空军再敢破译，我直接过来抓你了。而且军少天那边因为是从大船过来的，还离得很远，对哈舍来说是有机会冲出去先打一波空军的节奏。哇，你不破译我也一样过来要抓你，因为佣兵现在被气象过去救，他没有办法去打到这个针对，因为他下来这里的话直接空军要倒一刀，挂上椅子之后再去找他2个人的节奏。是的，其他2个人。那你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有一波去来回打疲于奔命的机会。且挂到了海边，其实又是一个对角线。地窖是在小船后。我这波手椅真的是给了监管者很大的一波机会啊！而且你本来密码机其实就有点不太够，想压得满一点，还想着帮救下来之后扛一刀，想的太多，反而给到监管者了机会了。海侧密码机现在在破译，已经破译到9成了，肯定是能破译开。但佣兵这边就是个半状态。是的，而且现在其实有一个比较难受的点，是因为佣兵半状态，你现在如果过来，那佣兵那边肯定是要倒。那如果说你调军少天过来，那密码机肯定不够。而且现在伊斯人那边已经提前布置好在大船等你。还是传了过来，不能让你大船破译，还是得把人先赶走。是的。而且大船那边，如果说你被赶走之后，你是要重新去跑楼梯上去的，密码机会更慢。现在有闪现 ，OK， 直接交。但是没能预判到。因为你手上有闪现的话，你只要保证先把空军那边控了，然后再把伊斯人调到大船去，你大船那台也不够。对。我现在就等就行了，然后跟着先把阿远那边挂飞。挂飞之后再过来找这个气象。我感觉朱雀的话，这把可能有点危险了。没错，失误的太多了。
其实现在外面的话，两个人都是半状态。玉林现在应该破译的是一台新的密码机，对，比较多的是大船的这个。对。那边双11的是只有20的进度，因为那台密码机其实是开局的时候碰过一下。现在没有闪现，所以现在只能就是说在背后一直跟着追。等到2阶了，等2阶现在再去找佣兵。 其实还有机会能找到佣兵的机会，因为你佣兵要是说是你执意去破译这台的话，那你这个侵蚀度就会满到一个20多，是的，对吧？落地我就能再给你一波控制，甚至说你现在还没开始开门战，对，你开门战的时候，其实对于时空之影来说，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控场空间的，因为玉林那边的密码机是在双11角落，就变成你离大门、小门都很远。现在的话，选择没有去破译了。 玉林那边选择先去找一下小船的密码机，没关系啊。现在监管者我就是一直拿着14人去跟着你就行了。对，你破译哪一台，我就跟着你去哪一台。然后我本体再去跟着气象。对，我迟早有闪现好的时候，我闪现一好，那你这气象就没办法牵制。是，而且现在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不着急去给他一个精神寄宿的。对。14人过来直接控，但是这边是已经在一个板子外满了。 风直接给打断了，直接是击倒了。那可以把14人再去调过去找玉林。是，不着急挂。因为佣兵现在手上有3个护腕，你现在着急挂，搞不好还真给到佣兵机会，就是说能走到1个。反正他现在还是先过来处理佣兵就行了，我不担心你气象那边起来，我只要把14人调回去气象那边就行。是的。 外围找人还是非常方便的，这闪现马上就要好了。对，要传吗？还是说是闪现完佣兵之后再考虑？他现在选择打法太多了，因为他太优势了。护腕先交，但其实已经是被逼得差不多了。 过来可以先去找这个没有绝处逢生的气象，是省掉自己的闪现。14人现在他可以去跟玉林，佣兵现在已经没有互换了。盘是肯定是能盘到的，主要现在其实看下来，跑1个的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没有，他现在没有道具的帮助。 现在没有办法去起到下一波躲避14人的控制。嗯。不过哈舍的话，现在是排的木屋这边。对。气象那边，就算说你淘汰进度调差不多了，其实还是有一个挂乙的机会嘛。是的。你现在只要先等就行了。他挂上都还有个50秒呢。对。然后看完再过去排。 附身了，他就知道佣兵的位置。嗯，找到了佣兵，其实是可以直接追的，因为他知道绝处逢生也已经用过了。而且你有闪现，这个地方大不了补个闪现过去，其实还是一样要倒地。补上闪现是直接要倒地的，没有办法将气象摸得起来。他想抓住最后的时间，直接能蹲到这个地道口。是的，但是还是不急，因为那边淘汰进度条其实还有一点。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监控者他不挂他的原因。那这样的话，其实哈莎是在第2局的打，真不好打，而且连万金油。但这个点的话，其实脸上没有带回光反制。好，进入比赛画面，直接去往小船找古董商。古董商也是迎脸直接走了上来，他不想让你这边的蛇身直接把这个本体信徒拉超脱。所以说这样的逼迫监管者的身位吧，也是挺好的。是的。 不过原生的话，其实现在靠的方向是去大门找了一下麦肯。没错，野人更不好欺负啊。这个阵容，说实话好像没有什么好欺负的。是的。就实在不行，我就上猪嘛，上猪你还是得走。是。只不过是干扰一下前期的密码机的节奏。野人是这个阵容里边最难啃的个骨头，就是你找他，你只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是的。 这一次是只是逼他骑一次猪，让他下一次持续时间吧。这边直接选择放狗去找一下气象，但是这边其实是卡不掉。
还是会拿到一刀，但拿完这一刀之后，他后边的这个技能一定要利用的很完美才行，是不能说是让下一只狗或者说自己的寄生能直接卡住自己。不过前期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以接受了，因为你是在单信徒的情况之下拿到气象的这一刀，这边是他把自己的技能给用出来了，他失误了，应该是手滑了。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单原生信徒的追击，另一个信徒其实是古董商自己还在区呢，而且在那个小船附近。对，感觉这波是有点比较大的失误了，然后再补了一个风。我感觉现在魔力领有点慌，他刚刚的失误实在是太严重了。是的，但是你解完眩晕之后，这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倒霉能跟去考上，虑送这个寄生了。还没想到对面是有个双弹的，这里的风能再吹到吗？吹到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两个信徒离他的位置都会比较远。对。一会儿等接近了之后，其实就是看一下你这个能不能送掉寄生。是的，跑开了包围圈。大船有地下室吗？如果说是有地下室，但这里这一刀还是打到了。对。前期的话，因为古董商是花了一些时间去驱散信徒的，所以密码机并没有说特别的快。3台密码机是有了，地下室是在小木屋。那接下来气象其实不往小木屋那边跑，其实就行。是的，这边是杂技有化险为夷的，所以可以让杂技过来依旧。不过这个点的话，可能会被逼救的比较快。是，能救下来就行，不能双倒。还是往木屋那边去，想让监控者故意挂在木屋吗？但这样的话，我其实可以去放狗，然后拿杂技的一个双倒。是硬弹双倒，蓄力刀打到了。那这样的话，会有一波双挂的节奏可能。看能不能起到这个节奏吧。是的，因为他现在得用自己本体先过去给杂技来一个寄生。不知道气象离的木屋点位到底是在哪里哦？不过那边还有个直接签了，那野人就在旁边 OP 呢。这样顶了下来之后，你监控者节奏就断了一层，因为气象自己手上是有一个可以自己驱自己的寄生圈。是，其实本来的话是有一波双挂的节奏的，但是因为野人那边提前过去，东泉那边没防，所以导致说你这波节奏没起到。是的，野人接下来再给个化险为夷。哦，那这波其实起双挂节奏是起失败了，而且古董商那边是直接帮气象驱散了，还能摸好再让气象过来进行二救。这里同样的不能双倒，监控者还想摊到了野人。那杂技现在手上的话还有球，这气象那边调满了状态，那这样的话其实能够多解放一个化险为夷出来。是，杂技那边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牵制空间的。没错。接下来就是中场大船以及海边的密码机了。哦，海侧。他们现在其实密码机会稍微有点停。是因为是打了几波状态，不太着急。再挂上，其实有点3连了。看一下这波卡躲过来的救援，我觉得蓝的位置其实有一点点小远，因为你手上是有闪现的，大不了就卖掉了。得先把这个密码机的节奏进入破译才行。是的，你这个点位你自己一个人是很难救的，你只能找另外的队友过来一起帮忙。感觉不太考虑自己一个人救了，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差的是在远端破译的，就是木屋的那台，所以是选择了把海边修完密码机的莫里里尼调过来，两个人一起救。古董商这边打了金弯削，但是3棍空了2棍啊，好伤啊！是的，那再过去海侧赶一下杂技。这位置古董商自己一个人能救，那就让古董商自己一个人来救。哎，还是这边气象把人给偷了下来。气象过来救的话，能多开一个圈。是。那这样的话，要保证古董商那边不掉状态才行。但得带走吧，你不能倒在船尾啊。船尾这个点位，你让古董商过来救你，你都很难保出去啊。主要你那边挂着一个信徒在海边，所以导致说你这台机起不了。是。闪现直接带走杂技。FL 这边求生者打得有点乱了，这个化险为夷，其实2个人都应该是离开这边的船尾，而不是说是让自己硬待在这里。对，回头打了几个机关消。
主要你现在其实没有人去破译密码机，你这边跑一个，但是密码机迟迟没动。你现在谁能来救呢？你就只能让古董商来救，但古董商一来救你，其他2个人也碰不上密码机，所以说现在的时间段，求生者一直在浪费有人挂在椅子上的狂欢进度。对，就你那边其实已经是没有人能够去救杂技了。是的，只能慢慢去打了，然后去打一个大船密码机的拉扯。这人救不了了，只能卖。古董商现在自己要硬给压力，然后让野人跟气象2个人把状态补上。他现在的牵制绝对不能倒在大船海边或者说是船尾，他得往，哎呀，只能往小船那边牵制。但是小船现在他们2个人还在互摸，对，所以有点不太好过去。而且因为你剩下那台比较好修的是大船嘛，对，那你大船还是要跑楼梯上去。没错，这种导点的话也不能往木屋倒，木屋是个地下室。那边的话其实状态已经是调的差不多了。调好之后，现在野人可以过来大船给一点休息压力。但是因为修的就是调整的时候是在比较远的，没错，是在小船的那个点位，所以现在他们还要牵制一个跑图的时间才行。你往小船跑吧，怎么一直在往海边去了呢？是，还好这刀没抽到，这刀要抽到的话，他只能就是说倒在海边了。但是你往海边这里牵制，你一会儿不还是倒在这儿吗？对，他还是控住3连。哈卓板先翻了过来，现在是大船跟海边已经是进入了一个破译节奏。对的，去一刀。而且这波其实卡朵是牵制的很好啊，把握的刀气绕板绕起来了，所以是把他们的密码机进度也调了不少。是的。但现在这个导点，你要是往海侧走，倒是监控者也是可以直接把你强行挂在木屋地下室。是的，而且现在的话，其实闪现马上就要好了，怎么都会倒，只能倒在海边。但是还能再折。这一刀出的太着急了，蓄力刀倒在海边，让监控者挂椅子时间也是变久一些。是的。但是你现在过去管的话，其实大船密码机已经是有点控不住了。他们是选择了不救，直接亮，直接亮，想走一个，这样亮完之后让气象看，好像他也是直接选择点大门，没有选择过去救了，根本不想管。对，你现在跑一个的局，管他干嘛呢？大小门各点一个。如果要管他的话，刚刚就不会直接开这个密码机了。所以现在的话，其实大门那边是有点控不太住的，已经点上了。现在就算你把原生信徒调过去，我感觉也来不及。是。那边门现在已经是点到了一半，还剩8秒就能开了，感觉不好赶，赶不过去。来不及。他反而这样打，我感觉要平了。对，野人那边已经是上猪了，看一下，已经是往大门附近去冲。可惜这里没有地窖。有地窖的话，这把应该就平了。是。求者这边好像一直在打，没有去盘地窖的位置。当时要是盘了地窖，他这个野人其实可以往海边走。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平局的机会。对，因为他们也是知道你的原生信徒是往大门那边去赶的嘛，你其实海边那边是很接近。对，都有。是问题就更安全了。天赋就是保证自。好，进入比赛画面。选择去找的是个囚徒，囚徒在废墟，密码机暂时还摸不了。对，不过这个点的话，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很快的双包节奏。是。这里原生可以切到窗户的另一边。这里想要先清一下。这有点干扰到娃娃了呀！大没有的密码机是被封了。密码机其实刷的不太好，如果说是大没有是刷的是2台的话，这娃一定不会被干扰。不过也还算可以接受吧，因为刚刚你把那个信徒调过去了之后，囚徒刚刚在窗户没有被架住，不然可能已经是交过强电流，或者是有一刀。是的。哦，这里是直接拿到一刀，但这一刀我觉得还是总体来说会有点快，因为这把哈莎是一个闪现的女巫。像这样的追击也不太好猜，因为女巫就是要去打一个包围的，那你这边包围让求生者就会有点不知道该觉得你是一个闪现还是一个巡视者。是，这废墟就不太好拉走。不过这样的拉超多，
这电其实是有机会把他的闪现给规避掉的。是的，这里的话板子清过一个飞轮，这闪我觉得哈现交的太傻这里急了。是出现了一些失误了。对你要交闪，你还不如刚刚那波卡窗户这样交。对，你抓的这是个囚徒啊，他手上还有个电。哎，这里的信息有交流到吗？娃娃差一点给到，不过还是拖到一点点时间。是的，反正也是要等嘛。娃娃还没解决掉，那这样就太亏了。囚徒现在还能在废墟牵制。我觉得哈少还是有点着急了。现在其实牵制已经是往3台多走了。对，马上快4台。木屋不会是地下室吧？只要木屋不是地下室，这一局求生者后边给个化险为夷，密码节等于压好了。这个长点榴弹这里的话进不了板。有地下室吗？有地下室还会给到监护者一点机会。有地下下室，那这个运气不太好了。那这波的话是直接倒到了地下室。其实我觉得倒到地下室有点不太应该。没错，没有盘信息。或者是说，你就算第一波能够就是牺牲掉玩偶的那台大遗产，我觉得可能都比倒到地下室要好一点。一旦小木有地下室，他的女神像肯定是更好的，因为你化险为夷能带走，即使这个娃娃没了，因此这一波去被牺牲掉了，其实都无所谓的。是的，这边的话想要再去干扰一下，因为那边踢墙是2个人在抢的，还是想过来救，但是你这个推进器只能拉到中场附近啊。感觉他们这把是把这个破译进度摆得非常的优先，没有说提前过来，反而是想着多抢一下踢墙那边的进度。但这样的话，你地下室这个人就不太好去捞出来了。是的，这一刀寄生是给到，那密码机也是能压好，但是还是要尝试一下。但是你地下室那边也还有一个信徒，他想通过化险为夷硬救，推进器拉过来。哦，机械玩偶想要过来贴门。哎呦，这一刀是直接把推进器给打断了，密码机没能压，又牵起来了。地下室，你这样就亏呀！必要性没有特别多。那只能亮，那你现在亮的话，我现在信徒我还可以再出去控，你大门还真不一定能开。这边的话想用机械玩偶控过去，他怕人被偷。但我这把其实对于哈傻来说保平赚了，挺赚的。是啊，我被你牵制了一个将近4台，啊，直接抽倒了。那这样完成是个平局，因为机械师这边确实是拦不住了。我觉得对于求生者太亏了啊。FL 这边气囊以及咒术这2个点，这其实都是这一套，都是显微的火灾。进入比赛画面，直接先去往大房，把火灾尝试赶下来。那一般选择大房的都是有点缺乏安全感吧，对吧？那你这个化险为夷可能携带的概率应该就比较高了。是的，不过这把的话，因为它是带了一个弹射，是在骗，没能骗到。那这波其实有点远了。是。身位太安全了，其实现在还是不用交气囊，而且对于他来说，其实把自己的一个弹射利用好，就已经可以跟你先跑2、3圈。甚至你这里什么也没有记录到啊，对吧？你记录封窗也没有记录到，这里还借了个气囊，气囊只能打。他手上还有个双弹，去到2楼，这个板子应该是来不及下，想要再跳下来。板子其实可以先不着急，然后追其他人了，因为你身位够，可以省一下这个板子，然后下圈再去交板弹，所以东玄这边已经不太考虑去追一下医院的火灾，选择去外面找卡苏基的飞行家。是的，那飞行家这边有悬停，悬停直接交就行，闪现先拿刀。然后再去利用飞行器拉远身位。这里拿完刀没有一击，所以你现在就算记录外边密码机，它也同样封不住，只能是干扰一波时间。而且因为飞行家那边其实也是带的膝套反射，对，所以这里在废墟那边还能再绕一下，反弹翻过去，跟不了。那这样的话还能翻到前面的窗，而且你是闪开的飞行家，是，你现在还有个大喷的机会，感觉还是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去处理。他这里其实悬停可以直接往大房跑，然后让火灾给他个气囊。是，而且他这边其实还有个咒术，所以实在不行的话，咒术那边还能再帮忙一下。要不废墟一直绕算了。这里看要不要跟可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得看一下东玄怎么交记录。如果身位进了交记录的话，可以选择交道具。这封不住啊，悬停可以用了。悬停直接交拉开身位。是的，又回到这刚刚开始的窗口。这里的 CD 监护者现在是不能拖的。是。
又在还骗是，再骗一下。那你骗了半天，他这边是剑术着窗台，我就直接拉开了，主要他这边包又好了。其实密码机现在已经是接近3台半了。对，3台半多了。等会儿咒术看要不要过来帮忙。哎，这有点追丢了，一直在低头，他在想自己的藏住狩猎本能。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找到了对。但是你再加有一个飞行机，其实现在密码机已经很多了，没错，而且前面还有个板子可以拨。是的。哦呦，直接达到了，然后这还有个反翻回来的弹反，弹。又拉开了。嗯，哎，但你这里要绕的话，它窗弹又好了，窗弹又拉开。是的。是东玄那边是往回绕了一下，但是这个点的话，其实还是能够再去翻一下这个窗。咒术已经过来了，咒术帮忙堵住路口，只能打。那现在又想要换追，想换追咒术。其实追谁都一样，因为都是一挂。密码机等一下直接开就行了。感觉这把确实阵容上面是比较克制的，而且他们弹射带的多。对，其实还要再进入源是给个气囊，怕弹射的。气囊在躲，而且那边鸟笼板子还在，他只能又换追。但现在的密码机已经多到你可以在外面多起1台。没错。板子盖了下来，被记录到，能拿这一刀。但外边状态现在一旦补上，接下来的咒术其实等同于是个空军了。而且这台遗产因为是太多了，85的进度，所以导致你有点不太好去控。你如果说离开的话，他们那边找人过来卡一下这台密码机已经就要够了。这的话还能再哇，甚至还翻过去了，交了个闪现才击倒的。对，因为他那个地方还能再用一个窗弹，所以还吃出来了这个闪现。那外面密码机你也压不住啊。你这开门战没有终结能力了。闪现现在交了，等一下让咒术师来就行了。甚至这把的话，因为他们化险为夷都还在，所以你如果说想给他们压个挽留都不太现实。对，因为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再去选。现在即使震慑了飞行家，对于局面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因为佣兵现在也可以过来了。还没震慑，盖下板子，接个反弹，甚至没能打说这里没到，打到，肌肉记忆啊。那这里可以直接开了。是的，还能再翻过去。求生者现在都秀起来了，一点都给不到任何的开门战，给到监管者机会。板子来回翻，即使击倒小门现在不太好去管，只能先记录。但是求生者现在绝对不敢哦，等到你掀起来再碰。而且现在的话，因为他们救人位上面又是选了一个佣兵，咒术那边其实也不怕，有5层侯，他们选择的空间太多了。我那边2个人去点门，然后我中间送你1个人，控不住。我就一直等就行。反正你那边我知道你还没技能，没错，我只要保证你用完这个输液，然后我再派另一个人去点门。地窖还是在踢墙，佣兵现在已经是过来迎接了。你就在小门附近能击倒他，佣兵也是能通过自己的化险为夷将人强行带出去的。还有个5层侯咒术，对，你过去了之后就是5层侯等着你，拦不住。自己这边切的是个移形，也只能眼睁睁看到外边3个人直接出门。那这里的话也是攻下，对，而且前期也是牵制了。人某师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是有点束手无策的。就是如果选择在2枚窗这个位置是没有携带光环。看一下，肯定是开局起追幸运儿的，幸运儿也是原地一蹲。想浑水摸这鱼，个位置，哎，灯下黑还真没看到第一配时间。合了一下蚁人的一个口哨。对，第2时间幸运儿已经绕到了大石头后面了。从你刚才脚下来过的位置，可能还真有点找不到。真是一套富贵险中求的一个战术啊！他这里是一个动态的躲藏，一直在绕这个建筑物。对，这边已经换到了一个不太好发现的掩体后面了。是的，感觉我们监管者这边第一时间是找不到了，第2时间选择来大房找木偶师。但是木偶师在大房是非常具备牵制手段的吧？对。这样，不过他这个距离没有拉得很开，要被逼入役了。没有敢翻这个窗。是的。而且木偶师是一个纯化险为夷，其牵制的一个能力也没有那么强。对，但相较来说，比星月儿来说还是更具有牵制能力的嘛。是的，哦，又逼出一下路易，还好啊，这一刀是打在路易身上。
对，但同时闪现好的这段时间，你交路易的话就会更加具有预判性一点，才可以释放好。没错，哇，这样再来一刀，那这个追击速度其实还是很快的啊。没错道具消耗的太快了，直接2刀。完成击倒1分17秒的一个击倒时间，场上密码机加起来的话就2台出头一点吧。主要是幸运儿他那边的话也是没有怎么去破译的嘛，开局是在被找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密码机还是比较慢的。对，这边野人也是提前上猪过来卡一个救人身位，避免被救人拦截。没错，野人的话也是非常的稳健，就一直利用他的高移速来卡着，很灵巧。是一刀稳稳救下。这里的话有点想摊双倒，看见波板博弈，弈，一个还是抽刀，看到了一个双倒。那幸运儿是被不对，莫尔斯被他卡在这个角落里面，也不太说有牵制空间吧，还是要看这个路易的释放。对，他是转不了点的，他这边只能交1个路易，但是拉不开。好消息是稍微能拖出一些化解酶的时间。但坏消息是他马上就要倒了呀。没错，这里只有一个短板博弈，太难去搏了。留个影子回速可以完成击倒。而且更坏的消息是，外面密码机现在是完全不够的。没错，你得派魔术师来救人。那这样的话，他幸运儿得修2台，或者说去摸一下这个野人。而且因为幸运儿他开局许愿的是小人书嘛，再加上他第2瓶的道具是香水，所以比较关键性的道具，不管是信号枪还是玩偶，都还是没有摸出来的。就这2个道具，它是纯粹为了自己服务的。对，那对于团队来讲，没有任何的帮助。那魔师这里的位置也要被拦截，逼救还好救吗？有点难救。可能得交魔术棒。对，但是也要小心被打双倒。有一个摊双倒的风险。来了，直接硬摊，骗掉路易之后，过来硬追一下魔术师。对，利用你魔术棒的一个 CD 时间，而且他还有回速啊！就是莫尔斯这边他打了一刀也拉不开。而且这边是只剩4分之一状态，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变路易了。对他现在道具也被打空了，这个时候化险为夷才刚刚结束。哇，感觉监管者这边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只要现在减员了莫尔斯，他是可以争胜的。对的，那这边完成击倒挂飞莫尔斯之后，那边魔术师还在地上。对，而且这里密码机现在是差2个半台，但外面的状态呢是非常差的，加上手上有一个传送，他完全可以去传送那边那个密码机。对的。这边可能还是要预判一下魔术倒地的位置嘛，就凭着感觉去排一下。野人也是依旧给到一个口哨，但是感觉这个方向的话也是没有找到。求生者也是很聪明的拉到了一个扫击的角落，对，非常谨慎，打了一波反心理，把魔术师摸起之后没有急着再次补状态嘛。但是耳鸣已经出了，这里好像是摸不好的，对，可以发现的，只摸好了一个魔术师，野人赶紧上猪。交出魔术棒的话，可以进到交互区。X 他们还是打得非常稳健的，但是这波魔术的牵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他这个节奏是比较好。是的，得牵制到2台密码机至少开完1台嘛。但魔术师主要是没有道具了嘛，而且他还没有天赋也暴露了。对，我打一手你的针对也是大概率能够去争胜的。怎么说？想翻这个板，恐惧震慑直接拿下。另一边是用玩偶在破译，本体这边再摸一个箱子，准备来救人了。是的，其实可以看到这波打状态的时间，求生者这方反而是没有掉多少的密码机。对，其实幸运儿的话，他现在确实是得又担任破译又担任救人的职责，会比较左支右绌一点。因为得让野人他留着他这样的一个猪去修机，但是歌剧这边直接杀到大房来。我把你这个道具给逼掉，然后我再回速，这样等第2波你在修机的时候，我可以交传送。但是相较来说的话，这波换一个无伤救，求生者方也可以接受。是的，这里就要考虑这个传送怎么交了，直接给。这边是没有一个野性伙伴，属于完成了击倒。对他想要什么呢？人机同手，把大房在密码机给你压住，而且可以第2时间去拦截那边救人的一个幸运儿。或者说我直接来追你魔术师修的这一台密码机。对，而且这边大房还有一个地下室。哇，真的是感觉越挂越近啊！想一想，还是去挂到外侧这个椅子，这样子好打一个平分命嘛，去把密码机的修机压力给到最多。他越挂越近，幸运儿已经贴过来了，但是魔师必须得赶紧走。回速可以打到幸运儿状态。这里的话可以让你修一会儿小门，但脸上这2个人都很危险。对，一个非常短的板区，不太好进行博弈。
如果说这里击倒幸运儿的话，对于球人来讲，这个局势要被多抓了。他完全可以挂在魔术师脸上，然后直接追击魔术师，把远端的一个野人逼过来救人。而魔术师因为被追击的一个原因，他自己一旦第二时间被追倒的话，那更危险了。是只能提前拉走嘛？但是野人这边也不太敢贸然过来救人，因为会留下一个影子，会有回速的风险。有回速的话，现在两个人都很尴尬，一个人不能倒，另外一个人救人要小心。回速不交，给你救，还是要针对一下魔术。完成击倒。哦，这个时候其实有点陷入到一个求生者的恶性循环。对，他再挂魔术师，再往外去追，那你一个人被发现，另外一个人只能再赶过来救人。对，卡人的是野人，如果被发现的话，可以利用一下野系伙伴进行一个自保。但是问题来了呀，我这边传送又拖好了，你那个密码戒而且上路被打断了。哇，就是更快的去结束了这一局的一个后期。对的，而且这边野人是招过绝处逢生的了嘛。其实他就算上成功了也没有什么用，因为这边打2刀，你这个移速叠不起来，还是要倒地。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实在是差太多了，这边直接被精准的逮到。那就是应该拿下一个4抓。对的，幸运者的话也是直接发力呀，在这两手选点都趋向于一个常规嘛，更需要这个结石。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一局开局的话，伊森这边直奔结石去，但本体的话可能还是要压迫一下中场的破译的。看看怎么说。选择了一手双追啊！对，他是直接选择本体卡在2楼的楼梯上，但是这样艾维的本体也赶过来了呀。不过还行，这个距离保持的还是相对安全的。一口的一个1-4人是没有喷到，而且他也是自己走上来。是的，那这样子不影响外侧密码机的破译的情况下，那会修得非常快。感觉他这手结师就是一个战斗的打法了。这个打法是对的，因为这样子才可以保住一个自己的上限吧。他其实是看似是一个结师，实则可能是一个调香师。对，两香水调香。哎，板局博弈一下，没有抽到刀。对的。那这样子的话，能进到一个前锋的交互区，还是有一个拿到机会的。而他的一个飞轮也是转好了，直接把玩偶放了出来。普拉伊这边也是没有选择打啊，想追一个走地刀，这边有飞轮，直接飞轮进板，博弈的非常好，闪现开刀。那等下一波的一个1-4人，看能不能去把结石给喷满。目前阶段来说，机械师的牵制已经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牵制，因为他是在艾维追击的时候已经把玩偶放了出来嘛。对，就你现在的话，1-4人这个位置也没有办法去处理我的机械玩偶。是的，而且吃出了闪现，现在对局时长已经近乎1分半了。哇，你看他从大房已经兜兜转转拉到了一个小门3板的位置。对的，这波牵制思路也是非常清晰的，多活1秒都是赚的。哇，这里还把1-4人的异速本相给躲掉了。对，他给躲掉了，吃满一个100的切入度，但是很赚。密码机已经接近3台，甚至还在操控他的玩偶。对的，想要去破译密码机。这把因为他没有携带红光返照嘛，如果他真的携带红光返照，可能还有个争胜面。哇，这里已经摸到大房那台密码机了，那这个时候等于外面他是多一个人在修机的。没错，这边想寄生一下中场，不过也算是98的一个进度了。对于这边的一个求生者来讲，他们这局的密码机是肯定可以够的。对的。但机械师的话，你毕竟没有回光返照，也是一个后期的问题。打一刀大副的状态，还差2刀才可以开出自己的一个2阶。是的，这一想先传到大房把娃娃给打掉，但机械师这边我只要娃，不管人。本体给你打。对，而且这个陶片也是传歪了，对，不过还好喷到了机械师。不太能进板区。对于艾维来讲的话，他现在也是能稍微去压制一下大房的密码机嘛。不过这个节奏你想去争4还是太困难了，因为这边机械玩偶是并没有给到机会被击到。对，求生者的话，他们毕竟只需要走一个。那我反正多修一点的话，你后期的一个压力就更大一点。看这边的救人，不过这边救人的身位会非常远啊。莫尔斯也是赶紧赶过来。哇，这样的话还是不停的干扰娃娃，而求生者也是很聪明，直接又新起了一台。那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执泥于大房那一台密码机了。尼古莱伊他其实对于求生者的一个多修也是防备到了。边路易直接掏，没办法，被打到了针对。这个救人的话，对于姜卫来讲，他也是没有什么太多处理方法。对的，再传到角落去压迫一下大副的破译嘛。
对，等到第二时间再传介师传回来。其实对于库拉伊来说，他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因为不管是大房还是角落，两海马机会离得会比较近一点。但是等他把这个人给挂上之后，这个进度是有点太多了，对，接近80的一个密码机了。两个是娃娃和那边的魔术师一直在抢嘛，已经来到一个93的进度了。这个时候你再把医生调过去，其实已经压好了。对，可以看到破译加速出了之后，这个密码机进度也是飞快啊。对于库拉伊的话，再看这个开门战能不能利用闪现跟二阶去做到一些事情，会比较困难。这边魔术师有魔术棒。四抓的话，感觉还是要去抓住一些机会的。哎，98的一个侵蚀度，直接魔术棒钻走了。那感觉这个闪现的话，得交一下。有一个击倒的机会，闪现完成击倒。那边异4人的话，得去控一下门。不过这边木偶师好像是点的大门的，已经快开完了。对，木偶师在大门这个位置他是管不到的，而且外边的大副是不点门了，直接往大门给冲。是的，而且你这边2阶的侵蚀传送还没有好，大副这边还有怀表，想去走一个大门的话，问题应该也还不是很大的。对，主要是有怀表，所以说对于交易来讲，你很难去留住他。这里的话，木偶师也天走，不让你去交寄宿，大副这边顶着表，他是随便走的，对的，而且距离有点不太能拦到吧。这边倒是侵蚀传送可以好，不过这边有怀表。就算你能拦到的话，我这边交一个怀表也能稳走啊。对，完成了一个保平，尤其是在前期拿到了一些优势的人。穿过这个后墙体就找到你的邮差，看一下，肯定是要去找邮差了，但他是选择先走到大房里面这一侧，再去放球吗？开局肯定还是要先攒一下自己的一个击球点。台球手的话，他最好是1球2用。对，但这边追人又能够锁机子。机缘这边是没有想去省下自己的一个窗弹啊，直接交了出来。是的，让他把中场给封住的同时，又能够去找到邮差的一个位置。是的，推杆的距离相对来说会有点远，所以可以安全进入板区。对，前面的话，因为你也没有这个双弹了，只能说在溜这个窗口。这个狗没有咬到，那第一刀应该有。感觉直接要走路被拿一刀。是的，这刀给的很快啊，只消耗了1个推杆，然后就拿到这一个。对，而且这里手上有很多的一个击球点呀。并且你的窗弹和板弹都进入 CD 了。那这个惯性移速非常快，怎么说？开出主球了，虽然说狗咬到，不过但是主球直接锁住推杆，把人给抓了起来。当你出来也交不出飞轮，就可以1分钟出头的一个击倒时间还是很快的。对，邮差这个角色想牵制起来台球，确实需要一些手法。而且他开局所救人妹的一个密码机实在是太聪明了，这救人妹他修不完，等一下这个密码机回退，等于说这把只有2个人在外修机。而且更坏的消息来了，有一个地下室，台球手的地下室。是的，你就算救了也不带我出去。是，无疑是这个雪上加霜，火上浇油啊！现在感觉对于球人来讲的话，要不要直接考虑一个压满去保平呢？还是选瘫痪下来了？但是在外面直接布置一个击球点，给一个主球打佣兵，先摊一刀佣兵，谁上来都会被抓。邮差帮佣兵吃主球，去保双倒，那他自己就出不了这个地下室了呀。对，那第2波可能就要考虑说，我要不要把这个人卖掉？等于是一个恶性循环，要么你救人位给我双倒，要么呢，你这个人出不了地下室，还解了一波插刀。其实看下来的话，可能偏向于压满就会更好一点，因为这波其实没有说拖到多少密码机，而且状态也掉了。因为卡半的话，其实对于球人来讲，这个节奏第2波等于是给到一个台球手免费压出来的机会，因为知道你不太敢再去下来救人了。对，比赛中也是赶紧把这个佣兵状态调起来嘛，防止说残局成为一个伏笔。这里的话又想锁一下中场密码机，而且还拿到了外面求者的一个位置的信息，那可以赶紧过来把这2个补状态人给追击一下了。这边决定直接杀出去了，手上是有闪现的。是的，幻灯师的话，现在想要牵这个，哇，甚至直接一个抽刀，哇，这样子待会儿闪现直接吃刀就可以完成击倒了，甚至有可能主球收进来都不需要闪现。感觉他这个移速的话，甚至有机会去省闪。闪现，但是非常果断啊，是因为知道自己优势非常大，没有必要去省。第1个人刚被淘汰，第2个人就马上上到了影子，这个节奏求生者完全顶不住了。我这密码机怎么越修越少呀？很难受啊，而且可能还会越修越少。对，你看中场这台机子已经被退的。等于说是没有去修了，已经到30%的一个进度了。但是其实对于幻灯来说啊，也是有一个2次牵制空间的，因为手上还有2个人物投影，并且还有飞轮可以进行操作。但问题就在于化险为夷，他不在这里啊。
你这个人如果说选择一个压满救的话，我只需要去打一手针对，那也是起码3抓的一个局势，甚至于说这把密码机应该是没有什么修量的机会了。对，这边求生者可能考虑到肯定是打不到一个密码机通电的，那我干脆把这个道具和状态省下来，这样子去运营一个2人走地窖。感觉他点救完之后死扛刀，让幻灯师进行一个3-6了，很难。就是你要真的去死扛的话，这边不仅道具消耗了，状态掉了，可能也保不住这个幻灯。对，一个抽刀，一个反应下板，对，骗一下。但是这个人物投影的话也被续到预判，还好第2时间就取消。对他如果这里不取消，就直接被打倒了。哇，感觉这边有飞轮规避了一刀，但他这个加速实在是太快了。是的，惯性叠加非常恐怖啊！是，这就是数值的魅力啊！其实我觉得刚才佣兵在救完之后，他可以直接去摸箱的，就直接默认这局密码机是肯定都打不到看电了。对的，那就补一个状态会或道具可能会更好。剩下2个人，他们要去运营这接近2台的一个密码机，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其实像这种局，哪怕3人的一个残局，你都不一定能够运营出来。现在佣兵的一个道具也已经不多了。打一个助球，这也能抓到！哇，把人放在大空地上，精准啊！就算你刚才这个护腕还在，也没有办法去交出来。对，外侧密码器在抖也是知道你这边撒救援的位置的。对于求生者来讲，这无疑又是一个注定的多抓局。是的，就看能不能2个人通过一个躲藏的方法去创造走地窖的机会了。那现在就考验2个选手的一个暗黑心理学了，看能不能说是把身位给躲藏住。确实是。如果说他们有一个野人或者有一个小人书什么的，或者有一根针之类的，可能会好一点。天降一个小人书，一个杂技加上一个佣兵，想要躲起来确实有难度的。这边死人也是在大范围地毯式的一个搜查，打劫员。那这个位置出到耳鸣，人的位置显而易见啊。是的，这边都可以直接考虑闪现开刀了。他也不着急嘛，闪开吧，早 CD 嘛。确实。而第2时间再上到自己的一个击球点里面，人球重出，熟练度非常高，还给我们秀了一波极限操作，并且把飞轮骗了出来，完成了击倒。那边佣兵也不太敢草率的是交出自愈了。但他如果这里挂人的话，有没有走一个的机会？感觉会有，但是还是很小。对他如果说挂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机会走的。地窖的位置刚才是能锁定到嘛，在脸上，所以也是挺自信的，就直接挂了。不过这个找人的方向好像确实是比较准的，但第2时间没有一个击球点了。对他得先排大黄这边会不会有个耳鸣反走，不能说让求生者轻易的绕到地窖点。这边隔着掩体应该是看到了这边的佣兵的，感觉第2时间这个已经看到了，刚好逮捕啊。没错，这里的话佣兵也是没有任何道具的。手上击球点的话，目前来说是1个，不过可以利用一下前面这个击球点啊，直接封住这个板区，走过来一刀，直接带走。佣兵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距离太远了，实在走不到这个地窖。哇，甚至还要抓一下，拿下了一波4抓，我的天呐，今天好，而且也没有那么容易，直接去找弓箭了。对，3个弹射。看一下开局，正常来说会驱赶一下弓箭手的一个身位的。没错，先往中场去靠，也是去逼到一下救人位吧。那他这里没有看到守门人的一个拉点方向。是的，没有留下脚力嘛，也是避免被换追的风险。好像还是想要去往大房这边靠。那这边能绕到位子吗？好像并没有绕到，只能攒一个踩板记录了。踩板记录，但是其实弓箭手也没有拉太远的点吧。选择大房的一个2楼进行主动的牵制。对，而且其实对于求生来说，他们这局的一个开局规划路线，应该是已经看到了这边的弓箭。直接续一箭，挂上撕裂度。这样在你中后期的一个追击过程当中，你就会被眩晕住。是的，再补一个逼弩，可以安全进窗。给一个封窗的一个记录。前面位置的话，龙骨弓倒是可以续好。对，这里可以再射晕啊，然后再拉开距离。不过前面可能会被一个封窗拦路。对的。但他还有逼弩跟飞轮。
招出秘弩，博弈这个板区，哎过板刀，而且换血了收到了这个记录。对，这边再把这个秒抬起来，了直接秒掉。哇，这真是绝活记录员啊！其实这个板子你要下掉去进行一个博弈的话，对真的很有风险。其实没有必要去搏板，就算给他一刀的话，他第二波也得去交闪或者交移形去处理你，而你手上还有一个飞轮跟龙武功。是的，如果你真的要博弈这个板区，如果没有砸到，而且还是被记录到的话，那真的是可能会被快速秒掉的。前期的一个牵制节奏其实还行，主要是这一波连拿了2刀，有一点伤。没错，打一刀守木，也是提前断铲啊，避免说被双倒，或许还有一个陪跑机会。刚才是不是想一个震颤出铲，然后盖一板？有可能，但是没有操作出来。差一丢丢的一个撕裂值。但弓箭手也没有道具了呀，就一个飞轮了。飞轮顶一下交一个板弹，搏出了化险为夷的哎，时间。他可以去后面交窗弹啊。一个封窗，但是还是可以交出窗弹的。能交出来，又拉开一波距离。交出移形的话，这个逼出来，有可能待会儿就会成为伏笔了。哇，确实，你这样的话直接入列式拉远，你就很尴尬了。这一波必须预判一下灵柩的位置，然后挂到附近才可以。会有点难。但他应该是大致知道在小房这个。意识也是很好，直接挂到了小房附近。那这样还行，不会被弓箭手断掉太多的节奏。对，那这样子的话，灵柩反正出来，其实记录员也大概已经到脸上了。对。而且小房的2楼是没有板子的嘛，他没有太多的一个36，应该还是要倒地。其实这波入殓师想抢一把机的话。哎，来陪跑了，扛下了一刀，扛了一刀，那是给到弓箭手一波36的机会啊。对，但这边没有道具，只能靠一个地形进行一个拉点。这个位置很安全，而且它是有双弹的。对，一个慢翻不爆点。但也知道你肯定是从这里翻走了嘛。是的。他接下来得去等他的板弹了。也是记到了这个下板啊，手速非常快。对。在这个窗区去博弈，给一个翻窗的一个交互减速。对，这刀扛的非常关键啊！看弓箭手这边真的是活出了非常久的时间，多拖了感觉得有20秒，这样把这个板子一拍，能击倒弓箭手。外面的密码机其实只差2个半台了。是的，大房这台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多进，小房这台也是一个比较多进度的密码机。那这把其实有机会去争一个4的。而且剩下2名勇者都没有携带光反照。是，现在的话他有技能，如果说能够迅速的再接上节奏的话，移形快速跟进位置，有一个这里被封窗，这一刀打倒了，快速续上的节奏，有机会守门是救不了人的。对，这边还可以再封一下那边的密码机。对，外面只有1个人能破译，他们如果说选择2个人破译的话，那技能可以直接杀出来。对，而且这边是有个地下室的，在牵制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一个地形上的一个问题啊。对。主要是他没有想到，他拉你到这个位置刚好会吃一个移形。是的，这边如果进地下室的话，不太好发挥入殓师一个败带特质啊，因为救下来之后，这个灵柩可能不太好放。守墓人他们是没有时间去补状态的，那这个密码机现在不够的一个情况下，是完全有机会去争到这个4抓啊。感觉4招概率会非常大。对，因为他们现在摸不了密码机了，完全动不了。决定说是卡板或者说不救了，因为你救的话可能没有特别大的收益，反而会掉状态。感觉应该是不太敢救了。这样的话一直在看守门的一个修机，想去给记录。对，其实输液还没有好，记了一个记录刀，防止你说这边救人。他这个记录是给到自己身上了，提前交灯片，然后确定不会被打落地刀。对，这样的话也是打到了幻灯师。对，他数量很高，甚至是看着守门人打到了幻灯师。那现在密码机只差最后24%，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这把走1个的一个机会还是有一点的。但是看看这台76的能不能抢开吧。这波只要他给记录，然后减员掉，得预判，他不能说是，哎，好像是没有记录到。他如果能够减员掉这边的一个入殓师之后，他这个技能能转好，还是有机会去操作一下的。而且外面2个半状态，其实他都可以去终结。对的，这台是比较少的，你还38进度的，而他现在也是有手底牌的。如果你真的敢修的话，我可以直接切一个传送去找你也可以。先追一下幻灯师，但那边密码机在偷偷的点了，意识到了这个进度赶紧记录一下。
要不要切传送呢？先把密码机给管住吧。对，因为这边幻灯师他携带了一手弹射嘛，拉点的能力也是比较强，再衔接一个板弹，对，牵制空间也是很大的，手上还有一个人物投影。如果他不管这台密码机的话，那最后还是会被点亮。这个手上的一个记录不一定能够一直压制住。就被记录到了。没错，想要先去击倒一下幻灯师，幻灯师的话也一直在防、啊，对，在骗，给你一个压力，看让你猜我这边会不会切哇，上。他这里听脚步也是听出来了幻灯的一个走位方向，对，小技巧掌控的也是非常好。那现在就看这个密码机，两个人在博弈。哦记录到了，其实 Roland 这边也是能猜到，哎，闪现有点着急预判到了，对的，直接是被翻板躲掉了，但是这个位置还是很差的，感觉来他这里没有道具，应该能够击倒。蓄力刀躲掉了，又能翻板，坏了。而且这边树叶会有点续不上，还有12秒，给到了一个弹射，对，哎，一个记录刀打到，但是没有什么作用啊。而现在的板弹也好了，对的，这边直接把这个压好了。这里的话是交出双弹，还可以再进行一波拉点。对，没有技能的，那他得走路追一个人，然后再记录另外一边的守墓人。但其实对于他来说，现在还是非常有机会能4啊。是的，只要这里能够快速的击倒一下幻灯师，另外一边的守墓人他是点不完门的。幻灯师这边的话想要完成反击，哇，还在下过板刀完成击倒。对，没有搏到，那守墓人的位置是明确的，可以先挂人。守墓人这个门点不开。要想想怎么办去处理了。是的，手上还有2个铲子，不过这个进度倒不是很多。对，而且幻灯师这边的话，他完全可以不着急挂，先去拖自己的一个记录啊。如果是选择挂人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是一个1挂。他现在是能锁定到守墓人的位置的。看了一下门，没有人，而且有耳鸣。哎，好像是第一时间没有意识到守墓人去花坛了。等不好他这个闪现了，因为挽留的一个时间是60多秒，而闪现是70多秒才好。这边地窖的位置是在花坛，但是可爱这边是先排了一下狮子楼这边的。感觉这个排的方向是有点歪了。那如果是守墓人的大房，等到这个幻灯师去放飞，再用铲子走地窖的话，还是非常有说法的。对，感觉就比较危险了。他现在必须迅速的去找到这个守墓人啊。看到地窖位置了，那绝对不能把身位给让出去。哎，但他没有排到耳鸣，他现在很急，他不能坐以待毙，他必须要主动出击。是的，记了一个记录刀。是的。现在得往大房这个位置，再往前走就可以出耳鸣了。有2个记录刀，看能不能去协助他吧。现在的话，守墓也是一直在等，卡一个角落，避免被反绕到嘛。对，已经天下铲了。但这边是一个半铲。对。他可以利用这个铲进行一个位移，只要先拖挽留就可以了。守墓人的位置就看这波地窖博弈。哇，他在等，还等挽留的一个时间。只剩7秒钟，记录刀2个都没有打中，再记录1个。然后他现在的话。挽留时间结束了，就看这个记录刀了。是的，能打到吗？需要直接回头，硬吃一刀，闪现好了，有没有机会？但是直接蹲场会偷掉这个铲子时间感觉是不够的。不过震颤出有闪现，能拦到来及吗？极限闪现刀没打到，还是走了，跑了一个。我的天，就差一点点。看到前面2局，他都是下线抬起来，没错，感觉怎么打都是术士应该会往小门的方向去进。底牌带闪现。来看一下进入对局，佩佩这个位置直接往中场去压 ，Jokra 必须得走。是的，这边魔术师刚贴到了这个窗户，这里膝跳反射已经被逼了出来，很快。那这样看的话，应该是想去在魔术身上做文章了。哎，有预判的机会，佩佩是预判对方会卡这个板。这个身位绕一圈回来，还有一波回速的机会，回速到脸上，看一下有刀了吗？没拿到，板弹触发了。对的，这个弹射真的非常有用，再加上这波隐身，直接去把佩佩的隐月给他撞断了。但是他其实道具交的很快啊 ，Jokra 他的2个魔术棒全交掉了，佩佩的闪现 CD 甚至还有30秒。是的，而且墓地的板窗资源消耗的也是非常快。但是这一波佩佩选择从右边绕的话，又给到了 Jokra 一个进大房的机会。Jokra 这边直接一波隐身加速，冲进了中场，手里道具全部消耗完。那这里要拿1刀了，毕竟他前面那一波窗弹是没好的。对的。想回身断隐月，不过佩佩这里隐月并没有被断掉，还可以快速跟上，利用闪现直接打倒。毕竟魔术没有带飞轮，就看这个板区的博弈了。佩佩贴墙走了，那感觉闪现逼不出来。哎呦，但出来有点着急了。小失误，那这样的话只能把闪现补上了。是的，不过这个节奏来说，他可以考虑往花园挂，去干扰一下花园的求生者。是的，他选择挂原地，通缉到了守墓人。对的，求生者这个阵容3个化险为夷，不管是谁被追，都有机会能够打出来操作。是的，
这地方提前绕过来看一下，这边要不要选择正灿呢？没有，是直接让这个铲子被打掉。那这样的话就是正常的一波扛刀救援了。这里佩佩肯定得找一下守墓人，不然让他无状态，还是让他满状态走了，无伤救了一波。主要也是这边 Joker 刚刚那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让守墓人往里面缩，然后我本体冲出来去尝试在隐身状态下看看能不能把这边的隐约撞断。是的。那这一波穷者其实还是挺舒服的，有一个无伤救援。是的，然后让魔术师拉得远一点，再换下一个人来救。对，再加上这个阵容里面，幸运儿开局是直接摸了个机器玩偶，他是直接开始破译，所以其实密码机修的也是比较快的。而且佩佩知道你花园这一台是一个大遗产嘛，直接把人给挂在这边，就等看看下一波吧。下一波气象救完人，有没有机会带走？毕竟他们这一把的回光返照其实是带的比较少的。对，如果说也是冲着去往平局打。对的，对的。就看一下这波救援吧，位置其实被逼得很早，这个位置可能就要有一刀。飞轮，对的，另一边守墓人直接过来补上救援的位置。没错，但是过来的话，这个淘汰进度条有点极限。那其实如果守墓人来救的话，佩佩可以考虑打针对啊。看一下这波直接给这边。还是先拿了守墓人一刀。如果在这个位置挂飞了魔术的话，他下一波其实是有机会继续去找守墓人的节奏的。一个短板博弈拿得非常好。就看这一波通缉能够通缉到谁了。守墓人的铲子已经被打掉了一个，然后正灿消耗了半个。不过通缉到的是幸运儿，满状态的幸运儿。另一边的话，幸运儿也是摸出了一个护腕啊。而且这里可以看到守墓人是想去木屋找幸运儿的傀儡进行一波调整啊。这一波如果碰上的话，其实对穷子来说是扳回了一点节奏的。对，看得出来这边佩佩还是很想找这边的守墓人，但是这个耳鸣被幸运儿干扰到了。是的。然后又有点犹豫要不要传送去管外围的密码机，这里找到了秒牌，秒牌直接一个护腕弹走。那逼出了幸运儿一个道具，他就觉得自己可以深追了，可以尝试追一下。毕竟如果是幸运儿的话，他是有可能没有带回光返照的嘛。对，看这波板窗去博弈，飞轮逼出来，哎呦，这里稍微卡了一下脚。秒牌的这个板窗博弈确实好。是的。那看一下场上的密码机，有2台大遗产，都是6、70左右。现在就这个位置秒牌的一个天赋要马上暴露出来了。是的，这协调反射触发，飞轮也用过。那这一波对佩佩来说，就可以针对幸运儿去打这个开门战。对，而且这个位置的板窗资源其实消耗的非常干净。是。那秒牌只能倒地了。这也可以考虑往花园方向挂，去压住最后一台。对。但是花园好像开掉了，选择直接传送。直接找 Yuki。但是 Yuki 的道具非常充足，这一次捏出了一个强风。看一下在花园的这一波牵制，切成了层云，然后往外走。对。但佩佩也是想要去看一下的，试探一下，因为这边刚刚 UK 是有想法要来救人，是。如果说他手里有化险为夷，真的是可以堵到，所以佩佩这边直接给了一刀。这一波把人给打残以后，再想回来找，看一下看到了守墓人的脚印，不过应该还是考虑先把人给挂上啊。挂回去的话，如果你半状态的气象敢破一花园 ，OK， 那么我直接换追，椅子上这个人我都不管了。现在的话，局势对佩佩来讲是比较不错的，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真3的可能性。穷者现在由于手里的一个回光返照带的比较少，应该是要思考一下，到时候怎么样直接把密码机点亮了。是的，主要是秒牌手上没有道具了，他下乙以后，哪怕打错人了，哪怕佩佩没打到针对，也是有机会能够快速赶上，继续把幸运儿给处理掉的。对的，再加上其实佩佩手里的技能马上也要好了，求生者是拖不起的。是的，这里看一下穷者的一个博弈吧，有可能是想稍微拖一下，没有选择让他过半，而是卡半了。能打到吗？佩佩不着急打的，佩佩他要拖自己的传送，他要拖自己的传送。佩佩要在拖自己的传送，那穷者得绕，他往窗户靠，穷者早就哎呦，精准打中，是的。这样子决定再要救一波吗？我觉得其实这个位置要救一波的话有风险。这一波佩佩选择往大推的方向举，对，很聪明。这样的话，3名穷者开机之后都在同一个位置。是的，而且有浩克之道的话，这一波是比较难摇下来的。是。现在 Yuki 想要去直接贴门，让这边守墓人救完人之后，再去把密码机点亮吗？应该是做了一个自己的隐藏动作。来看一下这波，还是要打针对。怎么说？假装压出去，逼你通电，但这个位置要倒了飞轮，但是没有砸到，还好强行翻了过去。穷者已经通电，但幸运儿马上要被挂飞。是的，再加上这个时候佩佩手里技能已经好了。是。佩佩可以选择先去处理大门，再传送小门。穷者得针对他的这一套方法去做一个反心理。对的 ，Yuki 手里还有
一点空气瓶，再上一个飞轮效应，是有机会能够撑到另一边把门点开的。没错，守门人那边也是下铲了，想增加自己快速到达门口的一个速度。对的。来看一下这波牵制非常关键，一个飞轮，门已经点上了，手上一个陈云，又可以拉开很多的距离。是。他一直在这边牵制，就是不想让佩佩传送落地。是的，看一下这个位置得倒了。哎呦，一个人皇步往后走，其实还在扭。如果不是这2步的话，感觉佩佩是有机会传送的。99的门能不能来进肥胖流留住？直接顿铲。是的，了，非常极限。哇，太关键了！这扭的2刀，佩佩就差了2秒钟。如果说不是扭了这2刀，这刀直接给，那另一边感觉门是点不开的，门应该会在95左右。对，佩佩落地，哪怕你有铲子，他可以打1刀燃了。而且这张地堵死，那这样的话，求生者好进入对局来看一下，鹤神这边应该会是先要去压一下求生者整体的一个破译速度啊。没错，就先逼一逼这边法罗的一个隐身情况，然后呢，外面有进度了，他再去封密码机，让他回退。对，刚刚很细节的是，他确定了法罗女士进到墓地里面，这个上的话，我本体就可以在外面开始逛起来。那现在往中场走，也是稍微让中场的2位求生者没能那么快的破译。看得出来，猫猫其实2台密码机一直在跑来跑去，就是不给他修。那这里猫猫往小门的方向转，也不会干扰到队友。如果说你想在这边追击我 ，OK， 但是你这样的话就离我队友的密码机非常的远。对，所以鹤神这边也就单纯的交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击球点去看一下。一波龙骨弓是直接命中。对，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去找神坠了，手里的闪现最后10秒钟落地，神坠的逆技时间也其实差不了多少。这个点位直接把密码机锁上，然后可以回退法罗前面破译的机子。对，只是现在进入了隐身状态，就看一下神坠怎么化解第1波闪现的一个攻势，交了一个权杖，好像是被感应到了，应该是听到脚步声。对，应该是猜到了。看这个位置准备闪开，哎呦，飞轮非常准。那这样的飞轮也探出来。是的，法罗没有带回光返照，这点知道了。是的，但问题是在于这一波飞轮没有顶掉闪现，那下一个主球你其实是很难顶住他的压力的。对，来看一下这个位置，主球。哎，主球拉的距离有点远啊。不走位能抓到吗？抓到了。没错，走进了一个非常狭窄的通道啊。是，然后还倒在椅子旁边。是的，这样的话，法罗逆技的一个时间其实也拖不了太久。这一波的击倒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下一波法罗下来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逆击 CD 的，所以其实对于鹤神来讲，要看一下这波救援的时候，怎么样去给外围求生者拿到更多的状态，或者说拿得更早一点的状态会好。那就看一下梦露这一波救援吧。莫斯的救援其实压力不会特别大，想交一个主球，直接想去抓，是的。而且这里主球回来的持续时间是不够的，梦露交出了第2个路易，也是成功把人救下来。对的，那这样的话，神坠就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2-6空间了，手里逆技应该也时间差不多。是的，主要是在于他现在主球在 CD 啊，所以这一波应该是不太好拿。哎，龙骨弓没有直接命中要害，虽然说上到了撕裂值，但是对于猫猫来讲还有一波 OB 的机会。是，那这样的话，猫猫的密码机也要再被干扰到，对于求生者来讲，这样的一个节奏其实会有点难受。是的，不过这个点位他也是选择直接破译去了，龙骨弓的 CD 没能拖好。现在鹤神应该会把人皇这个位置再关一下，给上一个主球，让你弓箭手没法破译。接下来的话就要看一下求生者的守墓人要怎么样来进行救援了。是的。现在其实密码机的进度还是挺可观的，求生者这边虽然说都是双弹加飞轮，但是也能够成功的牵制起来。这一个主球关到了弓箭手，弓箭手要不顺路来 OB 一下吧？是的，反正来都来了，秘弩直接补上，给上后撤秘弩，神坠也是有一波双弹拉开的机会。是的，看一下鹤神这个位置，想直接去强行压，哎呦，再补一个龙骨弓，时间卡得非常好。是的，把撕裂值给卡满了。但这样的话，其实神坠的一个逆击时间也差不多，直接一波冲动把位置探出来。主要是脸上的这台密码机又被回退了一波啊，那现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是开不了了。如果封主球的话，其实还是能够限制到这台密码机的破译。再加上求生者其实状态掉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如果说鹤神能够猜到补状态的位置，这把求生者很有可能要掉一波大节奏。是的。不过这一波好像能摸起来，2个人都摸起来了，对于求生者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有莫尔斯的情况下嘛，这种调整状态就是只要摸1次就够了。对的，毕竟鹤神这边台球手也是单刀。是的，是的。
然后可以看到莫偶师是往小门走，让弓箭手在外围开了一台新的密码机。贺神现在完全不着急了，手里的击球点很多，他完全可以围绕脸上这几台密码机来打。是的，不过这里是有一个小3连啊，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再管一管吧。大推那边有一台，如果大推开掉的话，那么这里就是3台密码机连得非常近，这也是穷者前面一直想把这台人皇密码机给破掉的一个原因。是。那贺神想了想，我要不干脆就回来守这几台密码机，他可以不用去管大推那台。对，我时间一直拖下去，其实脸上这台大遗产会一直回退的。是你求生者要在外面摸，行，随你们摸，随你们调整，对吧？我只要管住这个3连，不给你有一个破开的机会就行了。对的，后撤壁弩，一个壁弩打出来，这刀还得吃。那这个时候对于贺神来讲，完全可以回头了。现在只要管机子就行，可以不用管人。是的，就这台80多的，尽量是不要让求生者开掉。再封一次，再回头，梦露这个位置其实很危险。落地以后这个惯性撕裂值能触发，那梦露也是被迫交出了一个路易啊。主要也是刚刚有一个红光的压迫，可能给闪现。主球关到了，而且路易的时间掉了，持续时间不够，直接倒地。持续时间刚好消失了，他如果放下来的这一瞬间是没办法的，直接持刀。然后再加上另一边猫猫还在破译密码机，那场上3名求生者的位置全部锁定，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讲有点危险了。是的，毕竟守门人是从大推的方向赶过来的，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对，加上手里还有闪现，看一下这边。不想着去压，他想回头去守，他还是有点太谨慎了。这一波其实是可以考虑把木屋的人打倒的。那守门人救下来人以后，等于说你们2个人没有破译，我只要能够快速击倒弓箭手，这一把有机会能够续上节奏。对的，主要是贺神他还是太想守脸上这台人皇密码机了。对，那这边主球消失，人也成功掏了下来。这一波得保莫偶斯的状态，莫偶斯下一波还得救人。但是贺神也清楚这一点啊，所以他是很果断的选择来追梦露，一个路易直接交，前面还能进板，主球还有3秒的 CD， 看一下贺神要继续跟吗？他肯定是要跟的，因为手里闪现已经好了。现在看中场这台密码机，只要没人修，闪现直接补上。是的，小木屋虽然开掉了，但是人皇那台密码机其实已经被回退了非常多了，这个节奏对于求生者来说不太妙了。对的，但现在对于贺神来讲有2个选择，一个是要封脸上这台，还有一个要封大推。其实对于他来讲，手里击球点没有那么够用，他得先去拿一下求生者的信息，确定他们究竟要修哪一台才行。是的，这里猫猫选择站出来修脸上的密码机，也是强行想让贺神来针对一下他，给莫偶斯那边有一个活下来的机会。但是只要封一下机子，对，但是只要主球封住密码机，其实莫偶斯的淘汰进度呢，它是白流的。对。这边其实不好救，想要救这一波震慑打下来，另一边密码机根本修不了。是的，哇，还是被贺神成功的控住了这个场。那现在再去排一下弓箭手的位置就行了。但贺神想的是，我先把大推机子封一下，去尽可能的消减求生者的破译欲望。是他只是往大推这边先排一下有没有人。哦，看到了猫猫。那这一波其实穷者已经很难牵制了，毕竟猫猫手上是没有道具的。对的，但手里还有个飞轮效应，直接冲球。看一下这个位置，感觉距离不太够，还得倒。是的，主动持球，然后多拖几秒钟，毕竟你在空地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了。但是另一边力宝也手里没道具了。这局对于贺神来讲，手里终于有更多的一个击球点，可以去把这脸上的一台机子封住。是的。那这边其实逃离他也没有这个绝处逢生了，这一波如果再被找到的话，就要进入一个试抓节奏。贺神这边非常细，先来排一下墓地角落，去防止求生者摸道具尝试走地窖。那这样的话，确定李宝起来一定是没有地窖，并且牵制方向也确定。是，看一下接下来这波能不能快速找到把右半场对了，把右半场全排干净了。现在如果李宝再往前走的话，贺神应该是马上要听到这个耳鸣了。对，起来了。来看一下，甚至想过来摸一下。对，想要逼迫监管者去打猫猫。但是这样子的话，知道你交过绝处逢生，我直接打你守墓人呀，然后再慢慢的去处理弓箭手就好了。是的，这样的话2个人的倒地淘汰竞跳其实都差不了太多。没错。那就看一下猫猫接下来的一个牵制吧。感觉还是非常有压力的，毕竟这边监管者手里闪现也马上要好了。没错，闪现还有1秒钟，这个位置直接交闪。那这样的话，2名求生者也就没有机会能够去走一个了。是，上来的话就来看一下吧，因为T1速其实这样有隐患是嘛，自己的一个天赋可能会记得追击目标。
来看一下中这局，贺神这边就想着回头去找猫猫。是的，进入鬼屋直接追击空军。他这把携带的技能是闪现啊，并没有非常针对，但是利用闪现呢，也是有机会可以去完成一个终结的。对的，贺神这边的想法就是我不带兴奋，不去跟你搞那些弯弯绕绕的，我就正常追，你要开枪你就正常溜。没错，这块板如果再踩掉的话，其实空军就不太好牵制了，提前交枪，也是预防了一下对手可能会携带兴奋。是的。这样的话，猫猫转进鬼屋板区里面的几块壁踩板呢，还得花时间去踩掉。对的，来看一下贺神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把对手逼到了一个比较角落的点。看一下这个位置可能有刀，一个过板刀，这一板还没法砸到。现在闪现还有10几秒，对贺神来说是有一个闪现直接打倒的机会的。对，但是又由于求生者这样的一个选点，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前期3名求生者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破译速度。没错，想直接抽一刀。但是也是被猫猫防到了，看这个位置，回速还没好，闪现空了，有点着急。是的，但是也还行，最终呢没有多花很久，不算被断掉节奏啊。对，密码机是3台7层的，看一下他往哪挂。如果挂起点的话，就等于是浪费时间给外面2个人破译了，因为气象手上有化险为，他是可以救的。所以也是选择直接挂到了鬼屋板区。看一下现在这样的一个动作，应该是可能会选择让神坠来进行救援，佣兵还在原地进行破译。看一下能不能排到神坠的位置，这边耳鸣已经起了，应该是看到了，但神坠手上有气象瓶，比较难被拦截。对，拦不到啊。是。这个位置落地有一个小硬直，可以直接打。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距离有机会吗？应该是能救的，手上还有飞轮补了一下距离，但是可以打双倒。对，双刀打出来，而且这边的气象天赋也已经露出来了。是的，飞轮加化险为完全暴露。现在猫猫转进起点，其实也不太好牵制了。是再倒到角落，这里有一台遗产，想要靠着化险为尽量多修一点，但是不太够，只能往角落倒去拖更多的时间。不过神坠那边倒地前可以给自己一个暖雨啊，这样的话也能够比较好的恢复自己的一个状态。是的，但好像这个暖雨没交出来。哎，只是选择让队友来摸一摸顺路的事儿。因为刚好佣兵过来了嘛。对，但其实这样的话也会暴露佣兵的身位啊。是的，这里再继续往外排。看一下通缉了病患啊，并没有通缉到2个调整的人。对，这个位置贺神排的方向还挺准的，只是没有看左边的障碍物。对，差一点点。没错。然后逃离来到了板区，手上有3个护腕，这波救人的压力倒不是特别大，毕竟歌剧也是只是一个单刀型的监管者。是，贺神这波也非常谨慎，不想给佣兵任何的一个救援时间。没错，先拿一刀。然后让猫猫带离起点，起点的话是气象的一台遗产啊，一会儿是可以让气象来进行，让佣兵来补气象的这台密码机的。对，那这样的话，到时候也能让气象把状态补好。是的，下一个通缉就非常关键了。现在贺神手上是有传送的，而且把空军挂飞的那一波，这个通缉如果能够排到2个半状态的人，不过穷者那边也是在调整了，应该是能够在挂上之前把状态补好。是的。能够把气象给摸回来，那就只有佣兵是半状态了。但佣兵的护腕很多，对，而且在起点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同时也通缉到佣兵，那我觉得贺神不如就直接去追佣兵吧。能抢开吗？这台并没有选择抢开。95的机子主要也是想再溜一溜，说溜2个护腕是可以尝试牵制的。是的，隐约断了这个位置，贺神得把人给架住，不要让他护腕上车开走了。这个位置看一下，一个护腕直接上车，真开走了，我觉得非常漂亮的操作。他得把影子留在车附近，然后再去进行一个深追的。是这样的话，给到自己一个回速的机会才行。这不然的话就会让求生者这边直接拖出了遗产的位置。是的，不过他至少是把佣兵给打倒了。对，但倒在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求生者要去补起点的遗产，要花很多的一个跑路时间。没错，这波贺神是有机会能够去打拦截，不让求生者把密码机点亮的。是直接把人挂到了鬼屋板区，这一波必须要救人的人先把起点给补开，然后再过来救援。贺神可以去打这个时间差，是的，提前去拦截起点。你想修 ，OK， 我先打你，不让你开。你在起点被我拿到刀了，那么你一定救不下来这个人。是。所以贺神这边也很聪明，过来排到耳鸣。这一局对于贺神来讲，有机会。他没想到人是在站台内侧，他往外排了。那这一神坠可以去贴密码机了，密码机应该是能开的。贺神这个位置没第一时间发现，那这局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保平面了。而且手上是有陈云的，这个地方只要不打断陈云，人是基本上可以救下来的。是，但对于贺神来讲，刚刚神坠是暴露过自己没有回光返照天赋，所以还有机会。没错，我觉得贺神可以针对气象去打。对。
看一下，还是想找佣兵吗？他想给到佣兵之后再回来找也行。那这里直接通电，看一下把佣兵打倒，因为气象已经被架在了鬼屋板区。对，这样打的话，哎呦，隐约断了。对，很关键的隐约断掉了。车就在2站，神坠这个位置已经摸摸偷出去了。是的，贺神想要去压终点站的这个门，主要佣兵是挂飞，所以贺神不想放弃这个佣兵。现在他做的就是什么？把终点站的人给秒了，然后去传佣兵走起点的这条路。对，现在问题是病患道具也很多，你不一定能秒掉他。是，刚刚这个位置交过一波钩爪，距离是能够进板的。怎么说？这个板子的博弈直接头铁过板，但是梦露也没有给机会，这个短板对，还在翻。那这一刀贺神有点谨慎了，对手有机会能够交出钩爪，可以进站台。那钩爪一交出来，这局就感觉非常平了。是的，这边也只能去留下梦露了。先看一下双窗的位置有没有地窖吧。是直接打倒，但是佣兵离门还有一段距离。看一下贺神的选择先把人挂上再说。是的，那另一边佣兵交出护腕去补足最后的距离，也是2名求生者逃出庄园。哎呀，我觉得这局其实对于贺神的开门战的一个处理，就保平的话，求生者感觉还是会。估计是想把跛脚羊给骗天赋，而且看一下选择往桥上，果然还是把目标放到了弓箭手身上啊。那这一波秒排就得撑一下压力了。他得提前走一走，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没错，没有板床区的保护的话，弓箭手前期的道具会消耗非常快。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直接拉点啊，还是选择在这个双板区稍微牵制一下。博弈一手，毕竟你在平地，哎呦，直接过板，先拿一刀，那很赚啊！佩佩这一手是把愿力给斩着，还拿到了伤害。对，那秒排这个位置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双板在这儿溜了。看一下位置，哎呦，后撤避弩，但是撞到监管脸上，还是去吃了这一刀。是的，再加上这个笼子逼迫秒排没有办法进点，很危险。飞轮还没好，在原地博弈，看一下这个位置感觉要倒地了，倒得非常快。是的。哇，这个击倒的速度、熟练度真的非常的高啊！对，要往前面去想的话，主要也是第一波被拿到过板刀了，从而第2刀开出来之后就直接开出了1阶，没有办法去防这一波后撤龙。是的，这里通缉到了大副，但是大副也是直接摇表啊。第2段再次摇到。能够把淘汰进度稍微拖一拖，对，只能再尽量卡一卡。但是由于自己的一个怀表交得很早，所以其实这个时间并没有拖很久。没错，但是3段全拖完的话，其实这个淘汰进度的时间拖的还是可以蛮久的。对，这里想尝试能不能打出来这个大副，再放一个表啊，再放一个围龙，成功打到。那秒排现在要做就是尽量倒角落，这台密码机其实对圈来讲暂时不能修了，是有窥视者在这儿修不了。这台密码机可能要等挂飞以后才能修了。一个后撤避弩，但是月龙哇，成功用飞轮顶掉，漂亮的再补上了龙骨弓的撕裂值。对，笼子被拆掉了，但是这个位置秒排还是没有办法往车上靠啊。加上佩佩这边又给了一刀，开出2阶，愿力涨得很快。是的。第4台、第5台密码机都在破译了，是，但是这个地方，哦呦，很可惜没有直接命中要害。如果命中核心的话，对于秒排来讲，说不定有机会能够撑到这个围龙结束。是的，那就已经偷偷摸摸走过来了。这个位置通缉到的还是大副，心里这个位置应该是要被逼救了。对，来得很早。对，他们也是比较稳嘛。我救得早总好过被拦截救不下来的好，对吧？修普拉通过自己的一个血量，可以放心的卡在脸上，对他可以多拖很久，帮助外面的队友能够进行更多的密码机破译。是的，正常救下来，看一下这个位置，佩佩想要打一个黑龙。是的，但这里有个单向龙的机会，龙骨弓命中还是没有上到特别多的撕裂值。主要是这件感觉也打到4只了，没有命中核心，所以一开始的一个撕裂值并没有特别多。是的，但是密码机其实拖的也还是蛮多的。我们可以看到第4台、第5台已经快好了，反而少的是大副的第1台94%的一个起点的遗产。这主要也归功于佩佩手里带了一手窥视者嘛，往这儿一插，基本上这台机子就没有办法去修了。对的。那我觉得求生者这一波呢，就得考虑说对面的密码机要怎么破译了，看能不能找机会先偷一下对面的。对的。然后起点那台，这一波没有关到 Yuki， 关系2个笼子直接追到脸上来。佩佩他知道刚刚脸上是有耳鸣的，所以这个时候直接回来找周克啊。钓鱼钓出来了，心里这个位置是不太好牵制的。一波抽刀直接命中，这个点位很有可能会倒在遗产脸上。是的。
已经有点被识破了，你要回身砸板，但是没关系，外面的第5台也是开了台新的。对的，已经在破1了。只是像 Yuki 脸上这个位置不好走啊。是的。 他下一波来救援的方向也是确定的，并且3名胜者开幕战的时候一定会被都干扰在起点站。没错，佩佩这一波想利用巨前强行举回鬼板，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挂上，应该是没问题的。OK， 成功挂上，那这样他 PP 也没有办法修了。是，那这里可以让大副来卡着，大副交表，佩佩就可以直接压出去管木偶斯那台，给他压力。对，这个时候两边都要来回拉扯。是的，过来补一个窥视者，然后再回头。那你这边救下来了，他就直接钻回来了，看一下能不能找机会突破一边呢？必须手上有人。对，佩佩这边就想着去处理，当然躲这3段表，当然躲第3段表，但还有一段。 看一下这个位置能击倒吗？没打出来，还在钻，那应该是要倒了。但是密码机有没有机会够呢？97好像差一点了。能亮吗？哎呦，变亮了，但是身背这开掉了，但是速度跑起来了。回头直接击倒 ，PP 手里是没有道具的。那佩佩手上还有一个传送，现在对求生者来说，就是卡在鬼屋的那个人不能被快速击倒，能够拖到开门的时间才够。甚至 Yuki 那里是交出了路易，让自己的移动速度更快一些。对，想要去抢门，但佩佩肯定知道，因为刚刚这个位置其实没有那么快能够到门口的。是的，直接选择上楼，这个点心里感觉拖不了太久啊。他把笼子拆掉了。对，周克拉进入鬼板，在鬼板去。 帮忙牵制，接下来这个笼子很关键，如果能击倒，哎呦一刀，这抽倒，有4的机会，看一下，感觉要传了，对，底盘要不要切一下？传送落地，是的，脸上就是木偶师，佩佩这一波必须在一个笼子时间内处理掉木偶师。 又是同样的 Yuki， 他能做到吗？在这开门战为队友多争取几秒，但是这个进行一个拆笼的博弈，骗到了，可是传得过来，没错。但是佩佩手上的愿力值已经不够了，心里是能够爬起来把人救下来的。这个淘汰进度，看一下距离够吗？周快没有想着去救人，他要去救，他要去救。这个淘汰进度他是能救的。现在佩佩手上还有一个笼子的愿力值，看一下能不能赶过去。 这个笼子可以直接过河，对，里面已经救下来了。救下来以后，求生者必须再次兵分2路。现在位置转换，由 PP 来帮忙去拖出九克拉点门的时间。是，可是现在 PP 手里是没有任何道具的，一波笼子直接把它封起来了。反向回笼，直接击倒，里面周快都还没贴到门呢。是的，刚碰上，但是大副也还有一个绝处逢生。看一下佩佩，一个预判笼子。 愿力值还可以再释放一个笼子，两边的门都是30多。大副这一波交绝处逢生以后，应该是没有办法去救木偶师了。而且周克拉这个位置也很难进行牵制了。是的，但是他也得尽量去拖出大副的一个自起吧。对的，马上能起，就看一下大副的选择。地窖就在2窗。是的，有没有机会能过去呢？能过去，但是心里走不了啊，心里还在地上躺着呢。 这一波绝处逢生也交过了，佩佩预判了一下大副的走位，看到了脚印，猜到了，很精准，一波抽刀，是的，直接击倒。那这样的话，在第2回合下半场，佩佩拿下了一波4抓，把比分拉到了7比2。没错，完成了一波小分的反超啊，还是有点没想到吧。 这一把其实，在前期的一整个节奏来看，佩佩虽然说击倒的比较快，但是军工厂这张地图14，是的，中场的头划线为1。是。来进入对局看一下，鹤神这边肯定是要去压一下这边的破1位的，不然的话密码机会修得非常快。是的，他看了一眼沙包啊，沙包那边是飞行家，但是应该不会去追吧？对，感觉就是瞅一眼，还是主要想追的就是作曲家以及囚徒这2位。对，主要就是前期先压一下求生者，给一下中场的心跳，让大家都拉一下点。没错。 来到角落看一下神锥这个位置卡得很好，他这个位置是能够偷窥到监管者的一个动向的。没错，但鹤神也是有意识的往里面排，看一下第一组雕像，上来先敲一手音叉拉开距离。哇，这个距离跑得好快啊！他有音叉加那个窗台的双重加速，对，根本看不到人，拉得巨远。这里是防了一手在板后，但其实神锥的位置没到。 这边想再抽一刀，这个走位也非常漂亮，躲过了2组雕像。对，回来雕像也没有命中啊。感觉他们在对于雕刻家的牵制上还是很有心得的。对，
就雕像完全不吃，然后走平地，就白白吃你的空地刀，然后就再拉点。移形马上好了，这一波可以考虑交移形。 直接移行到板前，有点极限，刚好架住了你这个进板的时机啊！对，就差最后一点就能缩到板子角落里面去了。没错，那现在是偷猎中场的囚徒，不能往中场去挂，那边有电。对，电下来的话会浪费自己蛮多的时间的。就是你先挂上，然后去逼这个囚徒让他往外跑。是，看一下这波逃脱术转移到了一个比较靠近大房的位置。没错。 这个距离来说，应该是选择了头大师直接过来了。但看一下就是这样的思路，就是打算不着急救，对，或者说卡满，对，不给你开耳机。这样的话，求生者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时间去进行破译的。他们本身破译的速度就非常之快。对，再加上 T 速，他们只需要保平就行。所以不用那么着急。来看一下李宝这个位置的操作，那就看一下这波迷烟炉吧。迷烟炉直接丢出来，然后走边缘。是。这个位置很难去闷到。 而且如果要打的话，还有一波被动哦。对，先把被动打出来。那招他李宝的位置其实有点偏，有点危险。是的，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雕像，夹到一下，打一手，手里雕像还有一组，最后这一组有没有机会？能夹到吗？有点危险，全躲掉了，极限，想打吗？打了一刀，哎呀，雕像救下来了。 贺晨这个时间差打得太好了，刚好就是最后一波。他一直在计算后面那个雕像回来的时间，是，然后也在压迫你，不让你前面直接去救，只有最后一波的时候你不救，那就救不下来了。而且后面来的雕像呢是夹在椅子右边的位置，是桃李想摸。 换到左边可能会被震慑，所以他在右边接了这一刀以后，受伤的后摇立刻又接了那个雕像秒掉了。对，那这波没救下来，并且还把二阶开出来，手里3组雕像，这个位置梦露有危险，直接一个悬停喷，有移形，但是应该会先夹到了一下，夹一下，手里移形，看一下，没有考虑交移形，又一个合成，再炸到第3下，这个位置好不容易救下来，但是李宝的位置很危险，没有办法进板。但其实我觉得贺神刚才可以果断点交移形，或者甚至切闪现都可以啊。对。 这个地方迷烟炉能够再牵制起来了，想来一个板前博弈，但是李宝继续绕这个烟雾范围。利马基其实也稍微拖回来一点节奏啊。是的。现在关键点就是贺神得赶紧打倒，对，一会儿利用远程的坟场去控外面1/4状态的飞行家。这波把闪现逼出来，李宝真的是燃尽了。但这一波猫猫手上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对。 而且这一波其实电场一直在，是能够两边传电去破译的。是的，一波逃脱术把人往中场的方向挂，然后看一下贺神这一波能不能拦截到吧。对的，猫猫的一个位置，窗台已经过来了，拉近了身位，但是这个位置离椅子还是有段距离，有点危险的。在空地上其实是不太好命中的。前面那一波梦露是走了一个板子，所以被夹了一个合成，合成直接命中。看一下手里压力很大，直接逃。是的，救下来，化险为夷倒角落。是的，这一波算是打到了陶大师的一个针对，而且陶大师。 他有回光返照，立马机上面应该会差一点。哎呦，好危险！雕像已经没了，这一波也没法击倒梦露，那还行。贺神这里挂上的话，穷者的密码机是能够开掉的。是的，但是关键的点在于开之前能否来得及？要出刀吗？没出，还是极限压到了一个起身。对的，但是小门2个人应该是可以走了。是，手里已经没技能了，雕像也就最后顶撑2组。看一下贺神接下来这波操作能不能。 让求者不要去点开这个门，但是我觉得非常难了。有点他不仅要用雕像去阻止你开门，还得控制本体贴近小门这样一个位置。对，囚徒被挨，2个都半状态，雕像不够，雕像不够，雕像不够，不太够。 而且他卡了半天，对，本体卡在这里了，卡了半天还在大门废墟，是，那是没招了。对，按照道理来讲，他其实这个位置应该是能够走到小木屋前面去了。是的，但一直卡住，这样的话给。 然后再面对大门的法罗，对，那这样的话应该就佩佩选择底牌。来看一下进入对局，佩佩这个位置，那既然带了兴奋，肯定是冲着空军的方向去排了，打一手针对。而且就算我交了兴奋，其实前锋也很难倒地 OB 一手杂货商的人。对的，他也一直在看 Yuki 的位置，确定没有进大房，然后也没有往后面走，那就应该在前面这个小废墟里面了。是的，不对，看到脚印了。 好像还是意识到了空军就在他脸上，是应该是猜到这边会有人来混淆视听。他前面有可能是装的，你知道吧？因为我兴奋 CT 没好，所以我晚点再贴过去。是的，
那前面这个位置就可以开门，然后去博弈这把枪了，不着急，没有考虑立刻开。也是想着稳定的去能够拿到这刀再开。是的，这个身位看一下 Yuki 怎么选。这炸不掉，那这刀没办法了。没错，但是下一个充能又好了，又可以立刻开个门跟上。这里手上是有藤蔓的，但是 Yuki 如果敢反弹走的话，是会被藤蔓抓，所以他不敢走。直接炸到。哦呦，一个重金之托，甚至是让 Yuki 枪都没有交出来。对，交枪的机会都没有，1分钟的一个击倒时间，并且前期秒牌其实还要去干扰一下监管者。是的，那密码机修的一定不会特别多。没错，那这一波人是肯定要救的，就看救下来以后的一波安排以及配合了。前锋仍然没有动啊，还在小木进行破译。那这一波救下来的话，空军必须会交这把枪，然后逼出兴奋，再让前锋来操作。是的，但是其实看得出来，这样的话，求生者这个阵容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前锋破译的太慢了。没错。如果说一旦有求生者前期倒的比较快，前锋其实是很难完成密码机的破译任务的。碎石先骗掉，佩佩来了一个自然交易，想再拖一下淘汰进度。震慑有机会吗？很极限了，很极限了。有机会吗？很极限。哦呦，无伤扣下来。没错，那这一波让空军往前锋的脸上跑，前锋破译完刚好能够保。但是Joker这台密码机也是被封了，佩佩非常的细节。就看一下接下来这波前锋的保人了，他得把兴奋逼出来才行，不然的话 UK 是绝对没有3-6机会的。是的，往板中间一躺，但是这个位置说实话不太好 OB 啊，有点远，只能直接把位置封住了。是的，你逼了半天也只逼出了一个自然交易而已。那这样的话，其实前锋本身的密码机刚刚修亮过来，花了很多的时间。对，这一波前锋救下来，必须要先扛刀，然后才让空军有一个交枪的机会。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是大概率能预判你是一手兴奋的。毕竟你也没差，对吧？移形也没用，闪现没交。你看佩佩这里其实也不着急，一个原地的螺旋球救了下来，看一下能打到针对吗？能扛到吗？一直在尝试打侧刀了，还在打侧刀，最终还是成功打中了。是的，那这样的话手里有兴奋，空军是稳定要被淘汰掉了。但这样的话，自然交易是可以完美的封住前锋的走位啊！一个气球刀，还摊到一刀哦。是的，我觉得空军可能不太应该去倒这个板尖，板尖的话太容易被封住了。对，或者说在刚刚那波尝试去打侧刀的时候，趁他出刀后摇，直接把这把枪开出来，把兴奋逼出来也可以。是，但是无所谓嘛，毕竟你现在兴奋在手，也没什么太好的释放时机。可能就还是一会儿切个传送之类的。对，落地3段，距离就不太够了。那现在你留一把枪呢，队友至少开门战是可以释放的。还有机会，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Joker 一波开门，但 Joker 手上喷气背包还在 CD， 一阵加一刀直接打倒。那现在对求生者来说，想要完成3跑已经是非常难的了。对的，而且需要注意这个位置挂到角落来，法罗要来救援是很有危险的。没错。前锋也没有贴过来，对，底牌还在手里，看一下底牌直接切成传送落地，直接去找前锋。是的，前锋直接拉球，能中吗？藤蔓直接命中了，换一波节奏，脸上这台大遗产被压住了，求生者救完人还得去开一台新的密码机。对的，这把别说求生者要保平了，感觉好像监管者都要奔着3抓4抓去了。是的。因为你这一波只要救援下来，我确定你2个人的位置随便拦截啊。地窖的位置就在大房，这里应该是已经看到了秒牌的位置了。但是秒牌这边可以触发逆技进入隐身状态，对，看一下权杖的释放。佩佩也在去赌求生者可能会回头崩力一刀，但是也不着急。另一边 Joker 一定是要去过来救人的。是，但是你们打这台打不了啊。这里无限的封印密码机，抢也抢不了，而且前锋马上要过半了，只能2个人干看着。是。再加上佩佩现在还能再拖自己的传送时间，求生者只能去消耗道具。一个重金之托背出，把你的喷气标给逼出来。这位置法罗想要来救援，感觉还是很有压力的。另一边无伤救下来。是的，佩佩太想去打这波钓鱼了。成功钓到了，因为道具还在 CD 中。这一手继续换挂，但是求生者那边也没有太大的办法，还在调整，能摸起来吗？手里的蝇头小利非常多，这波看一下直接炸到了，碎石又命中了，重金之托得提前拉球。对，道具在逼迫，前锋交的球很多。是的，前面这个歪口一个飞轮躲过去了，密码机很多了，有人在偷密码机，这里翻一个板，感觉有机会够啊。对，96、97。
能够吗？够的，直接极限够了。但是其实前锋已经没有道具了，这一把他们需要真的是3跑。是的，所以求者比较远，哎呦，直接开出来。这是队友留下的最后希望，信号枪成功命中，穷者必须要点小门，然后再来博弈。但是前锋已经是20上蚁了，这一波再次倒地就要被淘汰。对的，他是上挂飞这个位置直接震慑击倒，两边们都在点球阵，没有这个时间去做出反应。是的，佩佩把人挂飞以后，还可以再传送管其中的一个门，这把要完成3抓了。对的，看一下现在随着前锋淘汰。选择直接传门，是的，秒牌也没有放手啊。击倒这一局，佩佩就是一个稳定的拿下胜利。是的，完成了一把3抓。那这样的话，体速也是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吗？也是可以恭喜体速成功的出现，对的，迈进我们的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嘛。对的，一会儿，但是台球手把它放在海边，让它第一时间有，这对于求生者来说。好的，进入比赛画面，也是确实没有想去海景房和海边2个位置啊，直接上来准备单挑一下3叶的木偶师。是的。当然，木偶师的话呢，还是有一个化险为夷的，所以他被追击对于求生者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这个位置选择直接假想要状态，对，然后直接出来省一波击球点。但是其实他出来这个位置有点预判错了3叶整体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说还是让他进行了一波大转点。哦，那这波惯性的话就消耗的太早了，没有什么用啊，就只能跟着先踩板。看这波追击啊，直接去中场，先管一下密码机，然后找一下勇次郎。哎，没有。想直接换一下人啊，去大船那个位置。对，找星辰想追一下调香师，直接上2楼。对，但调香师这边有一个高地香水，先打了，但是还站在原地。这里你不敢，还好不敢翻呀，对，不敢翻，他的一个有闪。哇，星辰这一波牵制给了一波大机会啊。对。前面放一个击球点，再上来，这边还是非常省击球点的一个追击方式，一个高低差香水。这边要等一等啊，看一下这个香水到底会不会。不过我觉得对于星辰来讲，先赶紧离开这个地下室。这边浪费了一下，因为他忘记闭合了啊。翻过去以后可能要吃闪啊，因为你本来也没有飞轮。是的。哦，台球手这个节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啊。主要是这一波换追的话，真的是让他打出效果来了。没错。整体的一个密码机其实对于台球手的对局来讲是非常不够的。对，而且还是干扰到了船下的密码机。前期也是假装追木偶师啊，有点让星辰放松警惕了。对，感觉后面的话有点没有想好自己整体牵制的一个思路啊，尤其是后面他也知道你的闪现好了，把大副给打出来了。这一波蓄力刀预判的位置非常准。那这边星辰的话也没有办法溜了，直接往大门方向去倒一倒，然后让凌云修一下刚才被干扰的密码机。不过这台密码机的话，应该还是要再被回退一次的。对，不过也有一点点好消息是，刚刚你把木偶师放出去了，所以说他还能再套一波化险为夷。主要是调香这个角色，一旦一次牵制没溜起来的话，后面是没有任何牵制机会。没有26的，几乎是没有26的，除非地形特别的好。那这个局面的话呢，对于 X Team 来讲还是非常不乐观的，因为现在还要再救一波之后，场上的状态掉的会更多，而且这波挂飞之后闪现也快好了，丢一个主球过去干扰一下凌云，凌云也只能在旁边看着，没有办法修了。这波只能看一下木偶师能不能尽量保状态救一波吧，因为如果他也掉的比较多的话，那接下来续节奏的人选是比较多的。不过贴脸上了，应该1格状态半格状态可以救了吧？直接变身，这波想打针对刀啊，那这样其实木偶师救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对，是的，最大程度上省了自己的一个状态。那他要赶紧去找一下大副，给他去调整一下了。对，因为毕竟是单刀型监管者嘛，那摸到半格血和1格血也差不多。这样的话，星辰挂飞之后，场上还差1整台，再加上2个比较大的遗产。其实第2个人他要牵制的比较久，这个局面才能对于求生来讲吧，才能打一打，不然的话会是一个多抓的情况了。对，主要是这一波应该是直接去海景房的方向，那台密码机会不会有机会还能回退一波呢？好像有点来不及，好像是能亮啊，90多。
95， 90多， 98不行， 99能量可以的。对，那这几个球有点亏了，还交了一个主球出去。是的，那就看一下勇次郎这一波牵制了，因为现在整体的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的。惯性能追上吗？蓄力刀过板，但是博弈到了，知道你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蓄力过板。对，蓄力过板用延迟刀器打人，但是这样的话还是被飞行家给搏到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就续出了他另外2个道具的一个 CD 了。对，对于宠爱来讲，我不能再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那看一下这台密码机也亮了，我的天哪，一切都是这么的不凑巧，对于宠爱来讲。而且刚刚3叶摸过大副，他现在是个满状态开始牵制啊。是的，这一波的话节奏又给扳回来了一些，对于 X Team 来讲。对。那看一下最后一台，角落密码机比较远啊，现在你手里的击球点也不是特别多。是的，主球想收。但对于莫尔什来讲，我还是可以有一次变身，而且有一点小加速转到下一个板区。他一直没有注意到凌云那台密码机吗？那台密码机已经快亮了。对，而且你现在不去管的话，就算击倒了，闪现也交了。闪现交了，但是现在全员回光返照，密码机也快压好了。对，加上外面满状态的人很多，其实把飞行家调过来救援也是完全可以接受。我觉得宠爱视野里好像一直没有看到角落的密码机，他一直都在看往海边跟大屋那边。对，是的。那他们也是直接进行了一个换位，因为那台密码机注意到了，对他注意到了角落那台密码机。那现在那台密码机的话会回退一些。对，但还有一个问题是木偶师下来你不太好打他感觉得上车走了吧？这波打手椅，打手椅的话木偶师还打一刀，然后得上车管机子了，管人是不行的。是的。但这样的话呢，求生者就赶紧大副跟木偶师调整状态，因为勇次郎这边状态比较健康，也有道具，他也不太存在说我能马上被秒在这台遗产的一个手法。是的，因为他的拉走遗产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还有一个大喷没有交，直接交一个大喷，非常果断，在3窗的位置去牵制，但是前面的话主球，直接蓄力刀，破轮了这一波。是的，不过他还是带走了这边的一个密码机。这波状态调好。还是得追一下吧。对，宠爱现在是可能在试图找谁没有回光返照，但这一局这个主球出现收到了，直接带走。但是另外一侧密码机虽然说回退到63，但如果不管的话，还是能被压好的。对，以及说他们都及时把状态给调好了，还是会有一个满状态的人。如果你真的去管密码机，那这个人又赶紧救下来，把状态调好了。对。但是好消息就是闪现可能能拖出来。对。要去管一下打主球吗？但这边人都被救了，如果不过去的话，过去了，还是选择过去了。这波就让他们无伤救。正常过来再圈一下这台密码机。3叶的木偶师这里又是一个满状态，他又能牵制你好久的一个时间。对，不过对于宠爱来讲，坏消息就是那边救完人之后是落地就有密码机。对，小木屋那边是的。3叶这边的话牵制压力也不是很大。就稳定的变身，那台密码机一定能压好。而且有个问题是，那台密码机离小门太近了。对，离小门太近了。宠爱这边只能逼走人上车再去管。现在密码机现在有点两头顾不着了。这2台密码机距离还是太远了，以及2台的进度都很多。我觉得现在赶过去的话，密码机是能够亮的。那3叶就直接去点大门了。没错，直接亮啊！所有人都分散开。其实勇次郎我觉得也不会直接去点门，要先观察一下宠爱这边的个动向。找凌云的话，他凌云手里有表，这里有地窖。地窖啊，宠爱手里有闪现，怎么说？感觉不好拦这个地窖了呀，讲道理。因为表一旦摇到的话，其实就算你打到了的话，我还是有一个5秒的对他现在不被摇到，主球就会生效。第2段没有被摇到，就看第3段。最后一段，这段一定要摇到的。摇到还是躲掉？怎么闪现带走了，宠爱非常的果断。哇，这一波太冷静了。是的。其实这一波处理真的是非常极限的一个判断，非常教科书级别的处理，保住这个平局。对，因为讲的其实这个阵容没有一个人说是歌剧演员的话，这张地图固然可怕，但是我们就一起来好看一下第一个追击的目标，还是想去大船单挑啊，因为歌剧演员选这个点，他每次练习的时候都是练大船，追大船这个人啊，不管你是谁，我先追。那是看到小天的一个弓箭手，其实这波他还是比较需要去扛一下压力啊。龙虎先交，然后看前面有没有机会翻这个窗。这边，不对吧？我觉得这真不对吧？就算我射中了，我也没射中啊，关键。那就算射中了，这个也不能这样翻吧？我觉得这是个地下室啊。搏一搏。
但是我们刚讲了，我们要追求下限，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上限，而把自己的下限给丢掉了。那这样这个局势，我觉得真的就太炸裂了。我只能说，可能还是压力太大了。对，可能还是压力太大了。这个窗户这样敢翻的，而且它大概率是没有肌肉记忆的吧？它是个纯飞轮。飞轮，对。后来守门人这波救援，弓箭手打一箭，嚯，这一箭还没有打晕。但他应该还是在撕裂值拉满之前看一下这边能不能击倒，还是稍微等了一下了。对。前面就哎呀。再补一个，我再补一个秘弩，哇！雨梦这一波也有点亏啊，说实话。他好有点逼闪了，这地下室救下来能给逼闪的，我的天哪！我觉得今天大家都有点紧张，我感觉。对，都有点在我们想不到的一个地方还做出了一些操作啊。对。但其实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对，目前我们比赛就是，如果你在弹幕上扣问号，大家就会想，你疑问的到底是上一波还是这一波？而且刚刚果冻交了个飞轮，对，然后可能是赶路去修下一台，对，因为密码机差太多了。对。不过这么想的话，其实小天他出地下室那一波龙骨弓应该是故意不射满的，就是想让你一直跟不上我啊。对。这波看医生这波救援啊，这么极限吗？哦呦，有点害怕了，我现在手速真快呀，这年轻人。那看这波龙骨弓也是一个故意不射满，是的，还是一定要等一波的。没错，这后面的几波小天的话倒是很有想法的牵制，就感觉前面那一波博弈上还是有点太堵了。对，那这边这真的是有一点点没瞄准。对，其实歌剧演员也是有可能瞄不准的，跟这个两个都要瞄是吧？我都是要去选一个。对想翻过去，但没有翻过去。这样的话，2台半挂飞一个人，雨梦这边优势还是巨大的。是的。主要是其实我们从上帝视角上来看，2波化解围都已经套过了。不是小天这2天老是这样，上来先给一点机会，然后后面又赎罪一下，但其实就看能不能赎回来。最好还是不要给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后面继续发挥这个空间会更大一些。对，现在歌剧演员场上的密码机形势对于求生者来说也是非常不乐观，跟上一局差不多其实。他这看到了这边的一个人的位置的，但是看一下。果冻这波能不能扛住压力？毕竟现在闪现还没有好，而且教授的话呢，鳞片在的时候还是不怕你歌剧演员的。对。台板的话其实能拖出来比较多的一个密码机啊，有一台，只是最后一台78可能会修得慢一点，感觉果冻这里溜得好呀。对，已经牵制起来了啊。那这里2块板下牵制了好久，现一下鳞片，还有一波其实可以不打了都。等它消失就可以了。对。其实不打的话，他是进不了板的。他刚才因为出刀，才在这个空地中停留了一下。而且他是后撤了一下嘛，所以说可能给到身位就更多了。对那还是得这马上就要溜够了呀！这对，能不能在压好之前有一波手椅还是比较关键的。直接闪，直接交闪。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因为他再不交的话，这个就要有可能溜到这个密码机压好了。但是交了的话，你开门战可没底牌哦。先针对这一个嘛。对。然后再说吧，对，反正先把平局保住。是的。至于能不能多抓再说。那这样的话，医生在压密码机过来管医生了，真得管医生。对，管医生会好一点啊，因为他整体的天赋上。但是医生好像有点不让你管。对他吃一刀亮，那就不打了。那就拖，对，正好把刚刚的一个那个闪现给拖一拖。对。现在的话，其实对于于梦来说，机会又来了，因为他只要开门战有底牌的话，他是有机会去3人争多抓的。对，以及说医生的一个天赋其实是没有回光返照嘛，对，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而且他有这个化险为夷的话，雨梦大概率就知道你肯定没有回光返照。我觉得他们换人来点的话，雨梦也能知道你们的一个天赋了。小明这边是怎么想的呢？想直接开，然后交个盾，再交个铲没有，小明就是过来看一下。他等一等，他不是看，他等一等啊，等2边都贴上门了以后。小明不想给他拖技能吧？我感觉过来这一波。但其实已经拖了挺多时间的，现在就剩20多秒，这个技能就要好了。对，你要不想给他拖的话，你就早开；要拖的话就一直拖，对吧？一直拖是拖到什么时候呢？就是看雨梦啥时候打了。那雨梦如果一直不打呢？那咱就多解说会儿呗。好的。
啊，那我觉得反正目前来看，这个开门战的传送是一定能拖出来了。但主要求生者鳞片它会掉的呀，你的资源对你来说越来越不利的。要不然这时候医生摸个啥呢？要不万一摸块怀表什么的。那万一他在摸怀表的时候，雨梦打了密码机开了，他又没贴门，那不也确实对吧？这个其实不太敢去摸了。所以说做什么事儿要趁早。哎，乌鸦出来了。是的。雨梦现在也在思考什么时候打好呢？我觉得雨梦他在等这个盾消。哎，只要这个鳞片他没有了。就要打了，反正都等这么久了，也不差这一会儿啊！倒要看看这个鳞片什么时候结束。对，那什么时候结束呢？快了，我感觉快了，小明已经牵制100秒了，你看。对，说不定200秒的时候，对吧？是，而且这一波还是无伤牵制。哎，我觉得这个赛后数据真的是非常不错，很秀。其实你知道吗？虽然说他们现在什么都没干，但脑子里都在思考啊。雨梦这边想我怎么3抓，求生这边想我怎么样先平局。保平，对。对，哦 ，OK， 这个鳞片消失了，但我们还有别的东西可以等啊。还可以等教授的那个退鳞。哎，再过来给他一个怎么样的，或者给他放在一个地方，对吧？我们沟通好了，什么时候去，让队友拿到一下。这直接尬住了这一块是。哎。我们可以，那目前来看，如果除去不打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我觉得现在因为冒乌鸦了嘛，对，也肯定不敢去摸箱子了。因为你摸箱子，你打了，行动起来了。雨梦这里终于，但2个门点的非常快，你脸上只能先去处理小明，小明手里是有铲子的。没事，追不到小明他会传的。我觉得这边有地窖，我觉得赶紧传了。对，这个守门人真的是不太好追。那传了的话，应该也是个平局。对，平局了。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赶不到那边了嘛？对，因为他回溯影子也消了嘛。是的。好，那也是非常的意料之中的感觉啊。对，虽然说前期有一点波折，但好在小天他2636还是有一些的啊，尤其是那波把闪逼出来了很关键啊，在26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感觉雨梦他有点后面都有点不太知道怎么打了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开局节奏不太在他的一个预想之内，所以说他反而 X Team 这边达到目的了，就是好神秘。再进入到比赛画面。直接过来准备单挑啊！喧嚣这医生的难点就在于我的真空期18秒，你是基本上能回上状态的。对，所以说一般的打法是我一开始上2颗球，然后等我的 CD， 我的 CD 好了以后，我再上第3颗，然后再用我的第2段双重惊喜直接给你粘住，让你回不上1格状态。那前期已经做到了，第一个双重惊喜是2颗球，2颗标记，这样对医生很难受啊。其实我已经有点相当于也要持刀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回状态。是的。这个地方就是看下一个球能不能再衔接上双重惊喜。现在双重惊喜直接交，不过这样的话是有机会回上的。对，回上了，直接2瓶药都用了，很稳健啊。但其实第3刀拿的一个速度也比较快的，这样子的话。是的。那这一边确实是回不上了。对，不太可能给扎上了已经。主球还差一个白。等双重惊喜，过来，要倒了，没办法。他想骗一下飞轮，对，1台半击倒，基本上是一个秒击倒的一个数据啊。然后没有挂，选择挂地下室，选择就选择这个就近挂。然后赶紧逼，因为点上的人还比较多嘛，3站以及人皇桥的人，我都可以逼迫你赶紧过来去进行一个救援。但求生者这边也都不擦手。对，很能摊密码机，因为喧嚣他给密码机的压迫是不够的。对。看一下勇次郎这波救援，他应该是过来应该还是让拉拉队员，对，拉拉队员有这个化解。赶紧来了。那看一下后面要不要让双倒呢？比较难，他留了一个加速是救完人之后交的。对的，差一个土，那也是正常执行一波正常救援。不过现在场上密码机才3台整，对，现在对于宠爱的机会来讲还是挺大的。我觉得求生看一下后面要不要让咒术过来去拖一拖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是的，这一局喧嚣拿出来还是比较有作用的。看一下后面还会不会 OB 位过来。不过因为现在咒术师的话呢在调状态，下一波救援呢应该是对岸的凌云过来。佣兵过来。对，那这局密码机会非常非常慢。起点过来的佣兵赶路的时间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不过他来的早也有一个好处是不好被拦。对，他的一个护腕留的比较多嘛。上到一个球，弹护腕过去。是的。
这波没双人惊喜，应该抓住这个空档要救了，要不然的话，下一波双人惊喜拖出来有可能双倒。对，现在的话，其实双人惊喜还有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直接一个无伤救啊，还是非常赚我一个护腕弹出去了，没有办法弹到他的状态。是的，土球粘住。火球带走，那这样的话也是还差2台整的密码机啊。对，看样子他们是完全不打算过来保人了，因为能看到拉拉队员的一个以及咒术师的位置都非常远。对，因为你要 OB 的话，因为现在大家状态都很好，但万一 OB 出来一个不好的状态，那就对，反正我 OB 半天，我肯定掉状态，但医生活不活也不知道。对啊，不如说大家都留一个好的状态跟道具。那这边过来的话，其实是佣兵。哇，很准的一个移形啊！过来找一下凌云。差个白球，一直差一个土球，但是现在双双惊喜已经进入到 CD 了。对的。而且看其实密码机的话是另外2个人在破译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凌云来讲，这个牵制就尽量在这个半场了。对，尽量牵制到队友亮一台密码机对，但是比较难啊。现在感觉要倒了这个点，然后再倒得远一点啊，毕竟它有一个小牵强的一个特质，其实你不能马上去挂它嘛，还是要拖一点时间。现在应该是一个人救2波，好像来不及换位的，因为勇次郎的话他是可以救2波的，只要不双倒。第2波的时候基本上有3层喉，但是这一波救援下来的话，宠爱很有可能去追这个双倒，因为2台密码机不可能同时亮。对吧？我要留充足的时间追你这个双倒，然后再一个一个挂。我甚至觉得勇次郎他都不能被拦啊，因为如果被拦的话，但是双进只有1段了，救不太了都。好，就差一个火。我觉得就垫一下过来能救吗？救不了，直接被拦了。对。这样的话，星辰得过来一下。那这个人的话还是。要挂吗？应该放地下室不挂了吧？来都来了就挂上吧。挂上了吗？那这样的话，地窖怎么办啊？有机会走地窖的呀。先看拉拉队员他的一个选择，我觉得就不来了，对吧？是啊，走这个挂的话我肯定不来了。但因为咒术也是一个1挂嘛，所以说他要先在这个位置去位置排到了鬼屋。对。然后，但是星辰是在鬼屋外侧啊，宠爱这边选择进鬼屋了。移形出去，移到外侧，直接看到脚印。是的，他猜到了，你不在里面就在外面，那我觉得离地窖10万8千里，很难走啊！你现在把2段加速都交了，也只能到桥上。但另外咒术这边的一个淘汰进度还是比较久的。是的，上个土，差个白球，飞轮清掉了。但是因为手里现在是没有花球的，看他能不能再续出来一段，我觉得走的一个概率会大一点点。差个红球。这里实在没办法了，没办法了。现在的话就等下一波双人惊喜，应该是要倒了。对，双人惊喜还有1秒钟就好了。这里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样的话，第2局宠爱直接完成了一个4抓。不能给一个惯性拿刀的机会，牵制点位吧。除了用这边回光返照。对。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应该好像没有想单挑，直接往鬼屋方向走吗？想去找一下大柠檬的幻灯师。还是选择了最难追击的角色之一嘛。当然，这仨其实都挺难追的，这3个牵制位都挺难追的，因为前期都是要逼你闪开的。是的。直接溜达进来了还。但其实主要这里是，他应该是想封了机子再去追小天啊。对。那有点走回头路了。先画一个墙飞。躲掉了，不过。一刀。哎呦！我觉得他可以先上车的。这哪有小天一直赌输，对不对？对，你以为还能震慑我吗？对吧？如果我每次都敢翻呢？那倘若我每次都敢翻，你难道每次都敢打吗？都能打得到吗？对呀。我觉得可以先上车的。好，那这边的话可能，这个强风就不太好躲了，因为身位贴得非常近啊。是。哇，那这太惊险了！还没缓过来呢，还没缓过来。那这样的话也是正常的一个闪现。那这里蹭了一个反弹，手里还是有道具的。看小天的比赛真是太让人心跳加速了。再来一个强风，先躲过这一波的主球的。对，他是不让你再去上这个车嘛别再回到站台跟我玩这样的一个高低差的层。下去了。是的。前面主球 CD 还没好，闪现也交了，正常踩板。而且的话呢，前面还有一个板区可以玩，起码拖到下一个主球是没有问题的。这边小天搏到了呀！你看小天他前期不管发挥的怎么样，到中后期他就会自动变强。我建议是
小天前几秒先不看，我们直接睁开眼看见后面这个限制，这波又让他给做上了。就它不是一个置换的关系，它只要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会自动升级。它是比较平稳的，其实反而小天他的限制是非常稳定的。是的，就取决于你看比赛的时间节点。对，你要1分钟以后进来，它就是稳的不行。啊。好，那这样的话，这里主球收到了，没招了，躲3个助球，白板角色躲3个助球。对他没道具之后溜了很久啊。我说实话，而且现在病患把脸上密码机亮了，这就是打台球手最好的节奏，没有遗产机可以控。对，从头到尾你没有一台密码机是可以回退的，除了开局稍微干扰一下幻灯师。是的，这波小明要躲一下主球，往远弹，主球抓。主球还在跟，那这里可能要多交一点护腕。不过他刚才没交护腕，所以没有被打断的风险啊。对，正常交护腕过去卡半救了，2个护腕救一波人，没有双倒的风险，还可以这一波。给到一刀，然后要往起点方向倒。对，但对于雨梦来讲，他现在有一个难受的点是，他不能这样常规的手椅挂人，他必须要管机子，不然的话这个密码机就差不多够了。是的，不过现在少一个化险为夷，密码机可能还有点机会，对于雨梦来说。第2波可能就比较有压力了。对，因为他现在还要回退一下大柠檬那台，而大柠檬那台的话是少的那台。是的。倒到起点，然后这波来救援的应该是小明，再来一波，看这意思，不想耽误队友修机，让修的最慢的人过来。如果你真的管得比较深的话，那我这边也有机会把人给偷一下嘛。大柠檬这边硬修，正常下板。哇！但我觉得他要回去了，对吧？如果真的让这边给无伤救了，还是很难受啊。没错，无伤救，手里有一个闪现。能打到吗？哇，换状态帮忙砸板还可以，密码机还剩最后的30多。小天去哪儿了？好远，去桥上这边了。而且果冻已经在起新机了。对，稳中稳。这样的话其实这里应该是比较难，对，比较难先知道。对，但是不影响3人开门战啊。对，我们只要走一个就可以了。对，3人开门战，即使有闪，你没底牌的话，也是很难去管到一个4抓的。往远挂，大柠檬那台密码机又回退了一次，但是现在的话也是加速在修，用一个劲舞投影10%的一个破译加速。劲舞投影的话已经用完了啊，那这样的话开门可能就没有加速了，选择直接亮。对，3人开门战，只有一个闪现，大家都去终点，终点另一侧果冻离门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直接击倒了。但是现在挂上的话，上车击球点有点不太够用，就看中间的这个路能不能用一下，用一下这个轨道。看能不能拦到一下大柠檬吧。我果冻那边他已经是有点拦不住了。对的。所有的击球点的话，好像有点追不上了，不是特别多。对。对，只有3个击球点，而且他这个速度也有点来不及。没那么快，对。来得及吗？前面有主球的机会，怎么说呀？但是还有这个人物投影啊，交一个弹射。直接出门了，那这样的话保住了一个平局，7-2的一个领先。对，我觉得是100%的。选在了右上角小门的位置，看对手想干什么。他们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就幸运儿的话是额外带了一手这个快摇的，所以他们的预期还是幸运儿被追没关系，到时候跟园丁打一个拆乙。选的也是一个香水，香水直接打了第1刀，拿得非常快啊。这边一个专业老友的加速走的也是挺快，现在直接变成白板啊！开局30秒，虽然废了一个笼子，但是已经成为白板牵制了。后面只有一个飞轮等着。而且我觉得后面带了3摇的话，还要考虑一下自己倒地的一个位置啊。是的，跟钻过去。哦，这一刀木压到了，但是第2刀还是没有办法躲开的。笼子还是没有消失啊，那看一下他是不是要往星辰那边去靠一靠，因为这是园丁的一个位置。红毯那边的话，硬牵都可以牵过去啊。这个点位打拆椅子好像不太好打。再给到一刀，想转到远方的一个比较远的板区。闪现好了。还有一个飞轮，我觉得有一些操作的机会。有一点歪，这个跃龙。不过在钻回来的时候，直接是击倒了永次郎。而且飞轮其实也交出来了。他队友感觉是没有空管他了，这局看救援下来之后安排倒在哪里吧，然后跟幸运儿看看有没有一个跟这个园丁有没有一个配合。对。想过去管一下，哇，先给到了星辰一刀吗？我觉得给1刀的话，后面这个体系就不太好打吗？可以无伤救，但是这个体系靠的是园丁啊。又给到1刀，直接带走了星辰。
这是一种换人战术吧？不管你花里胡哨的，反正你的体系核心是园丁，我就抓你园丁。那谁去拆这把椅子呢？那园丁这样是不是也是故意的呀？就是我先把我放出去，反正星源在外面，他再摸把枪什么的，把我给换下来。但是前期确实宠爱节奏太好了，可能也是经得起这种换节奏，而且这一次没有化险为夷，对吧？因为这波他们安排来救人的还是守墓人。守墓人的话想硬拖，因为园丁还是比较能做的在椅子上。星源外围去修了，应该等他出土，然后放一个龙。不过这个淘汰进度还是能够拖一波。给到一刀。这样有一个身位让园丁有一些机会去进行一个牵制，但是因为宠爱他手里技能没交嘛，所以说现在再去管一下勇四郎，因为你刚刚在破译的，也没有补充道具。哇，得到了！我宠爱这波进行了一波非常有效的游龙，而且这波你好不容易导到园丁好发挥的地方了，但是园丁刚被救下来了，他现在不可能有时间来跟你打什么拆椅。是的，忙得很。对。但是下一波可以试一下，对吧？一定得来了，不然。对，时长直接踹脸上，这才80多的，想稳住这个屏，至少。给到一刀，哎，星辰这边园丁贴过来了。他其实3叶还得拖一拖。这样的话，正常半状态把人救下来。现在是不管怎么样都要把勇四郎给保住啊！那这个笼子走一个8字龙。能不能赶紧跟队友去进行一个汇合呢？这个笼子还是只有勇四郎一个人。这波飞轮也没有选择交，椅子拆。慢了差一点点啊！这条密码机也比较关键啊，被你踹了的话，如果一直开不了，留给宠爱这边处理，你们的时间是很长的。愿力有点不太够，要不剧前直接签木屋椅子得了，我看。我感觉刚才在拆，但是我觉得星辰好像把木屋的也拆了，对。双11呢？3把椅子总不能全。这儿还有双11好像没有椅子，双11没有椅子。那个有点远了。好，搬运一下。想走，哎呀，被拆掉了。这波拆椅体系打出来了。那这样留的飞轮是有用的呀，我下一波有机会牵着你的笼子，想打一波园丁，但现在他这个满状态，你打他1/4没有什么影响啊。是的。这边把椅子修好。勇四郎又往那个最好的位置倒一倒。是的。看一下这波。其实你过来追谁呢？只是击倒了的话，可能还是同样的一个剧本啊。不过对于宠爱来讲，有一个好处是这边这个密码机我一直能守住，所以我可以一直串。但是当外围的密码机亮了以后，这个局面可就不是这样说了，对吧？外围密码机亮了以后的话，就很难去只管这一台了。对。不过现在对于宠爱来讲，只有守门人一个在外面修嘛，留给他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这波一会儿园丁要过来强拆椅子了。对。要修好之后，园丁过来强拆。打盾，但是现在盾只能打半刀。对，那你有擦刀的话，这个椅子又这样拆掉了。哇，2刀都打盾上了。而且勇四郎在往外爬呀，都已经爬出这个。是的，有点处理不了这个密码机的位置了，要不把园丁打倒。飞轮躲掉这一刀。他也挂过，但这里打一刀他不倒啊。是的，椅子拆掉，然后再修，利用一个技能真空期，然后放笼子，过去放笼子挂过来，可以吗？不是很清楚啊，想击倒魔术师了，但是外围已经在起心机了，现在宠爱要跟时间赛跑了，想挂魔术师，然后一会儿的话，星源可以自愈。这里想签地下室，他觉得又不签，对，他觉得就是星源有快摇，而魔术师没有，然后我就挂一个好挂的得了，干脆。对，因为现在大家的一个状态比较残嘛，我只要对，然后这时候只要找到来救人的人就可以了。外围已经在修，不过外围的话，凌云也松手了，大家都不修了。现在有点尴尬，就这2台密码机特别远，勇四郎那边也不太好起啊。勇四郎不起了，想了想队友没什么压力，我也不要起来制造压力了嘛。我起来的话，其实他们可以等守门人压好以后，看园丁跟信源配合一波压板救这个人。是的，另外一层密码机已经压了，过来没有人救。园丁也可以套盾抢救。
前提是他只要不被拦住就可以，他已经是在这边等好了，那就是的，密码套盾快压好了。对对对。看到园丁套盾，冲过来。在这里但密码机没有压好啊。对。 差一些，不过有次狼来了，怎么说？这个人钻过去了，人要飞了，要飞了呀！啊，两个人一起来都没有做到吗？主要还是这个笼子呀，它让你刚到这个脸上没有自起，可以再但是没原力了，没原力。对，而且他也切了失常。对对对。 应该是个平局，应该还是爆平了。对，这一局最后时刻居然是一个没有救下来的剧本吗？这个椅子也修好了，对，直接把它挂上。感觉永强那边可以早一点过来，因为我觉得园丁单救还是会比较难嘛。他本来当园丁准备救的时候，他就可以叫永次郎一起来了。对，因为2个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很追入殓师的话，其实行，那是选择了他。 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直接从小门方向走。14人的话呢，先往人皇这边溜达溜达啊，看看是先寄宿中场还是去红毯。啊，但是这把的话，中场也没有刷机子啊，就人皇那一台。对，想去追大柠檬，感觉他想找一下这个奏起家。对，寄宿一下，传过来，落地吼到啊，正常吼到。 那这边的话呢，直接交了一个音叉加速，反正我先交出来这个加速，与你拉开身距，这样我前面博弈空间会更充裕一些。对。那其他也不耽误队友，对吧？我回到监管者的这个出生点去溜，也不耽误队友。也再调13人管一下小明的密码机，寄宿一下小明。还是一眼都没看啊！自从59之后，还是59。对。 前面的话，我吼到了，刚才也是偷看了一下，应该是，所以导致70度叠满了。是一个补上了一个本体喷，然后再拿刀。那这样的话，其实手里闪现是好了的。对。啊，小天，大柠檬这边马上就可以被寄宿了。对，不过56好像还是不太够，前面飞轮交了，不能碰这个寄宿的逃骗区域。但直接闪现过来还是能击倒的，因为飞轮是交过了嘛。那1分半的一个击倒节奏，我觉得对于艾维来讲还是比较有机会的。第一刀吃的还是太亏了，是的。第一刀的话59没有保持很好，而且还吃了一个隐身吼，吼完之后又吃了一个本体吼，这个还是有点小失误在的。不过这局的节奏要说跑一个的话呢，还是绰绰有余的。对，就看这波救援，应该是只救一波，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化险为夷啊。小明的话呢，在中场从人皇方向想绕过去救。 他都不太打算卡这个想压满半了，对，想压满救了。但是这样的话，对于梦来讲，赶紧把14调入去，让他们的一个破译慢一点。因为如果你们密码机是停滞的，那你压满救，反而我这边是赚的。是的，密码机是没掉多少。看看要不要出去拿一刀。没有想逼救，但是他没有什么手段逼救啊。对。 我感觉其实看看可不可以出去拿小天一刀，这样对后期控场比较赚。你在这边守大副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感觉。对他，除非说给到一个救不下来，但这个比较难啊。而且你这个而且我大不了不救了，好不好？对不对？对，我不行我就走。没扯下来。是，对，给到一刀，哇，想博弈救下来了。小明这一波还是挺细腻的啊，就扯完之后我在这愣一会儿，别先继续试探，对吧？也许监管会先着急。 2节落地，这边想要去打一个双倒。小明这边太着急修密码机了，先打了一个双倒。不过这样的话，下一波落地的话就很难击倒大柠檬了，因为闪现没好。而且大柠檬那边手里是有道具的，柠檬这里是先把这个人给挂上，然后外围去干扰。反正你的残状态呢是不太敢去破译嘛。对。拖一拖的2阶就好了。小天的话也是干扰他一下。不过另外一侧的话呢，果冻已经过去救援了。你还是。 要回防一下这边的一个救人。对，另外一侧应该是起心机了吗？看一下作曲家的位置在红毯附近。果冻这波救援，大副的血线倒是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就看这波博弈怎么样了啊？因为艾维的话，假装扯还没扯呢。而且甚至把灵柩放过来扯。是的。我是不可能救下来，对。但主要是因为飞轮消侵蚀度没有这个化险为夷嘛，所以说被打针对的话，还是能够继续有一个2次上瘾的。那大柠檬那一侧的话，接手到了果冻的密码机，但是他修不踏实，是一个挂飞啊。对他修不太踏实。另外一侧还是得起心机。这边有黑边的话，我可以先不寄宿，
就在这边压迫你，对，让密码机停滞了。对。然后这波救下来的话，看能不能给一个，我觉得还是去大副摇表的机会啊。那这样救下来，大副可以摇表。闪现看敢不敢交？我觉得他可以稍微等一会儿。现在是大副第一段表，还是比较难打出来的。对，现在2台密码机虽然说都站住了，但是手上没人，没有人给机会击倒。其实场上挂飞的人挺多的，大副跟作曲家都是。对，大副作曲家都是挂飞了。大副再摇一段表，技速隔着窗户，但是被2姐拉回来了。哎呀，一刀带走。但是2侧密码机的话解放了，因为只要走一个，他们也不管了。反正我们2台密码机都有，你要是去另外一边处理，可能我这边也就亮了。对，本体和14人在一起啊，他是直接寄宿之后就传的，过来想管一下这台多的密码机，还在签，然后本体签到4号机这边。对，本体管一下这边那个作曲，因为作曲啊，它没有这个回光返照了，所以说他在开战的一个牵制压力是比较大的。哎，这里传错了。对，没有传到。不过球商其实他也是已经散开了。这局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剩下的人啊，他有2个都没有回光返照。对，艾维的局会比较难受啊。是，就是不能说太掉以轻心，要不然容易给到一个大机会。而且开门上有闪，不一定怎么着呢。这一局还。不过对求生者来说，兜底的一个策略就是果冻呢，他还是有个灵柩在，对他其实是可以卖掉。一刀，另外一侧没有接手到密码机，那果冻这边选择直接反生，赶得比较远啊。这边开门战之前为什么要逼掉自己这个灵柩呢？那小天那边密码机能不能点亮？管不了了，直接点亮。对，但是现在对于雨梦来讲还是有机会。我本体已经站住大门了，然后14人赶到小门的话也会比较快，你这个2个门暂时是点不了的。对他可能觉得，就果冻可能觉得我逼你过来，然后密码机赶紧点亮。对我先进入到开门战的一个环节啊。对，然后这边小天点门先被寄宿到，然后收回来。14人的话呢，再找一下，而且现在大联盟其实还挺危险的，他身上有侵入度啊，不过现在没事了啊，侵入度要掉了。啊，这里也不能生追啊，赶紧再把14人调到大门，先逼小天不点门就可以了。有闪啊，要注意。交一个大喷，大喷啊！这里对果冻这边给点门压力，要不然小天被闪倒的话更难打。是的，只能硬点。那这里应该是没有办法去躲的，而且大门那边直接在偷啊！飞轮吧。对。砸头了，那赶紧管大门啊！是的，大门那边已经拖到60了，直接传过来，小飞轮出圈，而且躲掉了一个金石这个附身的一个吼。对，那这样的话呢，看一下这里他已经是挂过的一个状态了。没错，14人赶紧往小门调，感觉有点来不及啊。有点来不及了。对，因为大柠檬我可以不走啊，我就只让小天走，我自己在你脸上，这个人我可能会救。走一个就可以嘛。对。大柠檬现在也要冲门了。那这样的话，门已经打开，小天是随时可以冲门的。对，小天先别管大柠檬，他先走啊。这边大柠檬能不能走就看自己。大概也能冲门，虽然说附身吼中了，但是没有用，拦不住了。那也是要恭喜成都狼队拿下本场比赛。至于明天怎么样？获胜。第2场 B4U 对阵 LX 第2以及 TE 第3 AR 第4。顺序吧，是先看什么呢？哦，先看